少主修为恢复多少了？为圣女，殿下的修为已经恢复到了仙王境界，但是由于殿下神魂受损严重，想要恢复到从前的仙尊境巅峰，还需要不短的距离。先后不是早派人去雪域寻找神药去了，怎么还没带回来给少主疗伤？圣女，属下要说的就是此事。雪域佛门好像发生了动乱，具体情况还不清楚，但是先后派去雪域的人全部被赶了出来。雪域佛门清修之地，向来安稳平静，如何会动乱？属下不知，先后已经重新派人去探查了，应该要不了多久就会有答案。除了此事，还有一事属下要禀报圣女。你说。殿下今日离开了天宫，把先帝的人甩掉了，如今已经不知去处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什么时候离开的？他难道知道了些什么，去找被我送进地府的女人了吗？不对，他不可能知道当初的接引使已经死了，他无处得知，是我关心则乱了。殿下半个时辰之前就离开了天宫，属下探查到了消息便立刻过来。不过圣女放心，殿下肯定没有离开灵界，否则先帝一定知道。少主应该很快就会回来，他神魂不稳，除了要用神药恢复，还需要每日在天宫内的养魂池中滋养。你出去吧，等少主再有什么消息，再来禀报我。属下拜见主子。起来吧。如今龙墨生恢复记忆，神魂归位，他们也跟着恢复了前世的记忆和修为，破碎虚空，回到了仙界。你离开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主子，您放心，主母和两位小主子都很安康。您离开以后，韶华圣女去而复返，用她的本命仙气思贤蛊情，伤害了主母腹中的小主子，小主子几乎奄奄一息，主母伤心欲绝。幸好这是信仰之力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主母的身体之中，开始滋养小主子的身体。花了数天，小主子的身体终于完全恢复了健康。1个半月之后，小主子出生了。他出生时，您给主母种满了整个圣都的曼珠沙华，在一瞬之间全部开放，将整个天地都映成了红色。除此之外，天生异象，小3000界，许多花草树木起死回生。我们怀疑小主子天生有万物回春的强大能力。只不过主母生下小主子没多久，就要渡劫飞升来仙界找您，所以主母还并不知道小主子有这般天生的能力。双儿已经飞升仙界，你们可曾找到他？属下只找到了凌霄族长和夫人，还有老金龙。但是他们说，当初飞升时，他们和主母分开了，主母先一步被传送。可是，一同飞升仙界的人并不需要分批传送。我们认为那位接引使有问题，找到接引使就能知道主母被传送到哪里。可是，那位姓王的接引使几天前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对，我们查到，王接引使是因为他儿子与人结仇，他为他儿子报仇时被反杀了，这属于个人恩怨，不归仙界联盟的人管。如今接引使已经换了人，属下查到了一点，与天宫有关，不，准确来说是与韶华圣女有关。王接引使的儿子就在天宫外门当弟子，前不久被韶华圣女身边的端木护法升为外门执事。不过这一段被人刻意掩盖了，就连王接引使的儿子也死了，还被抹去了他曾经在天宫的记录。查，你们分头去仙界的各处，势必给我找到双儿。是，主子放心，您安心在天宫养伤，属下们一定会找到主母和两位小主子。主子，属下已经约好了老金龙，您确定要把小金龙暂时送回龙宫吗？莫深，你也不用太心急，我这边也会派人去寻找无双的下落，一定能找到他的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恢复到你前世修为的巅峰，然后晋升到仙帝的修为。只有你成仙帝了，你才能护得住他们娘3个呀。无双这样的身份，若是让3大仙帝知道了，他绝对没有活路。不想重蹈覆辙，也就只有你变得更加强大了。我的神魂不稳，暂时无法离开灵界。我回去后会闭关1段时日，若是找到了双儿，还请你再帮保护一段时间。
放心，我这条命都是你和无双救的，这件事我义不容辞。对了，我听龙一说你要把小青龙放在我这里。没错，我飞升仙界之时，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便解除了和小青龙的契约，令他陷入沉睡之中，一直沉寂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天宫的人，包括先帝先后，并不知道我有一条青龙神兽。但小青龙过不了多久就会苏醒，我暂时不想让人知道它的存在，所以便准备把它交给你。等找到双儿，让他保护双儿。行，你安心闭关修炼。无双就是在龙潭虎穴，老夫也会给你保护好的。今天小城主他们在严管家那里待了那么久，到底说了什么？那个女灵修有什么来历？那个女灵修来历太惊人了，您不知道，她竟然有蟠桃圣果。蟠桃圣果？胡说！在仙界，蟠桃圣果根本不会往外卖。他哪里来的蟠桃？你肯定听错了。徐管家，奴婢没有听错。你想想，严管家本来只有7、8年的寿命了，怎么突然多了几百年的寿命？当然是因为他吃了蟠桃啊。不过那个女灵修拿出来的蟠桃是劣质品，只有优质的蟠桃一般的功效。严管家以前吃过了延长寿命的丹药，所以严管家才只长了300多年的寿元。但那也很厉害了，10阶丹药都才只能长几十年的寿命，一颗蟠桃就能长500年的寿命啊！可惜蟠桃都在那个女灵修手里，不然徐管家也能弄来一颗吃一吃，也能长500年寿命。你是说那个女灵修还有蟠桃？当然，奴婢听得一清二楚。他说严管家若是还需要，可以再买他一颗蟠桃，那说明他肯定还有蟠桃啊。他是什么来历啊？你听到了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好像听他说他有办法弄来劣质的蟠桃，但是优质的蟠桃就没有办法了。不过能弄来蟠桃的人应该算是大人物吧。要真是大人物，谁来咱们半沙城啊？那也是，来了半沙城，是龙也得盘着。您和周队长才是半沙城的主宰，您要买他的蟠桃，他肯定半价就卖给您。半价？哼！行了，回去吧，好好盯着小城主和夫人，有什么异样立即来禀报老夫。小城主，奴婢已经按照穆姑娘交代的话和徐管家说了，铺垫得很好，徐管家已经动了心思。明天你再去找徐管家，记得该怎么说吧。奴婢记得，是不是等奴婢说完之后，您就让穆姑娘把解药给奴婢啊？你放心，干娘说了，事成之后就会给你解药。你说小城主想去买一颗蟠桃，然后送给严管家？是啊，小城主太偏心了，奴婢还故意问他怎么不给徐管家也买一颗。他说严管家对他更忠心，他想让严管家活得更久一点。小城主自己去，还是你帮他买？小城主想自己去，但是夫人让他修炼，他只能让奴婢去跑一趟了。但是奴婢觉得这对您不公平，您不如先去那个女灵修那里买了蟠桃，奴婢再去就买不到了。不用了，你去买回来，老夫在门口等你。您是想……不行啊，那奴婢岂不是暴露了？你放心，老夫会给你准备好玄灵石，也会给你安排好去妖界的路，到时你跟着老夫的人离开就行，任谁也找不到你。真的吗？徐管家，您当时说的可是20万上品玄灵石，您可别忘了。自然忘不了。那奴婢这就去了，你等着。
20万上品灵石，有命拿，你也只怕没命花呀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最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。这是解药，不过只能缓解你的痛苦。等事成之后，我会把剩下的1颗解药给你。怎么解药还分2颗？你是不是不信任我？连小城主都信任我，你凭什么不给我解药？我只给你这1颗解药，可以让你止痛。你只需要把蟠桃送到许管家手上，完成了交代给你最后这件事儿，你就能立即得到剩下的解药。我说的够明白吗？我是听明白了，但是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事后不把解药给我？到时候我给你把事情办成了，你不把解药给我，我找谁去？你不相信我，总可以相信小城主吧？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想给我解药，才故意这样说。你就不怕我告诉许管家你在算计他？你以为我不知道这颗蟠桃有问题吗？你大可以试试。你以为我不敢？啊！好痛啊！我错了，奴婢错了，求求你！我若是想你死，只需要催发药效就行了。你威胁我是没有用的，我这辈子最讨厌被人威胁了。你不想做就去死，没了你，我一样多的是办法对付许管家。不，奴婢错了，奴婢不想死，奴婢这就去。木姑娘，你就不担心她破罐子破摔，向许管家告密吗？这个丫鬟贪财惜密，不敢不做。就算她告密也无所谓，大不了想其他办法。那如果许管家没有生意，拿了蟠桃，要杀他灭口，我们是救还是不救？不救了，下辈子记得要学会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。你怎么才来？那个女灵修太可恶了，简直就是一条恶狗，奴婢咒她不得好死。怎么回事？奴婢去买蟠桃的时候，问她还有没有多的蟠桃，奴婢也不过是随便问了一嘴，她却讽刺奴婢这辈子都买不起，还说我们做奴才的要认命。许管家，您说气不气人？行了，东西拿到了吧？许管家，不是奴婢不信任你，而是奴婢也要小心行事才对。您先把20万玄灵石给奴婢，奴婢就把蟠桃给您。嘿嘿，兰儿，老夫怎么会骗你呀？玄灵石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兰儿，老夫告诉你一个道理，做人太贪心，会死得很惨。幽冥红莲好久没有吃东西了，看来今天又能饱吃一顿啊。许管家好像是炼丹师。他是炼丹师，不过品阶不高，只是5阶炼丹师。他当年为了得到城主的异火焚天炎水，才故意去学习炼丹的。焚天炎火，10大异火之一。严管家，咱们走吧，再晚就看不到好戏喽。木姑娘，你怎么这么确定他会吃下你的蟠桃啊？你动了手脚，就不怕他看出来吗？严管家，那颗蟠桃就是您拿在手里，也绝对看不出问题来。他特意将蟠桃在丹药水里泡了1夜，而泡水的丹药是天罗夺命丹，10阶丹药，无色无味。许管家，您这是拿的什么好东西啊？没什么，一点小东西罢了。我们昨天说的计划什么时候实行啊？我一天也不想看到严管家那个老家伙了。我们2人联手动手，他绝对死无全尸。明天吧，老夫也不想严管家多活一天。
没有问题。严管家呀，严管家，小城主给你买的蟠桃，现在马上就要被我吃掉了。你虽然命好，但是运气不好，始终会被我踩在脚底下。明天就是你的死期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圣果，有毒。你们，徐管家，你怎么这么贪心啊？是给你的蟠桃吗？让你吃了？是你们故意算计我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会？徐管家堂堂大罗金仙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中毒了，一定是中毒了。可是有什么毒药能把徐管家毒成这样？严管家，你竟然伙同外人联合杀死徐管家，你这是要叛变吗？来人啊！徐管家被严管家和这个女灵修谋杀，你们把这个女灵修抓起来，我来对付严管家。莫姑娘，你能对付吗？放心好了，严管家，您就安心弄死姓周的那条狗，这些小喽啰们，我来送他们上西天。上！我们弄死这个臭娘们儿，给元丰报仇！都是一群狗，和你们动手有辱姑奶奶风度。不过既然你们上赶着找死，本姑奶奶就给你们这个荣幸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干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你的事情，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杀我。你是没有伤害我，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来得及下手啊。徐管家，你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做先下手为强？没想到徐管家居然还能融合异火，今日小莲能饱餐一顿，还要多谢徐管家呢。那些丹药已经卖出去了，我重新交代李岩买一枚仙丹和仙药种子回来。过2天，我儿会和李艳一同回半沙城，穆姑娘到时候可以好好和我儿谈一谈。多谢严管家了。娘亲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我想在娘亲修炼的地方修炼。可是你太小，阅历不足，精力不足，心智也还未成熟。若是遇到了瓶颈，你自己很难冲击境界。娘亲，我已经成熟很多了。自从爹爹离开我们，我就无时无刻都想着要变强大，因为我想替爹爹保护你和妹妹，想等妹妹再长大一点，娘亲忙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也能很好的照顾妹妹。好。娘亲，那里有2个魔修，都是散仙境。穆无双放出神识一听，原来这2人在打探这几日半沙城发生的事。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今天能让小白色饱吃一顿。哎呀！好大的狗胆，竟敢把姑奶奶的儿子推翻在地！分明是你儿子自己摔倒的，你们这是在碰瓷！碰瓷儿？老娘修为这么高，还会碰瓷儿他们2个小喽啰？老娘图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正大光明取2个魔修的魔婴啊！大人，我不是……不是什么？还想狡辩？果然魔修就没一个是好东西。
今天你们敢嚣张的推翻我儿，改天是不是敢当街杀人了？为了半沙城百姓的安危，老娘我今日就要以儆效尤，看你们魔修还敢不敢在半沙城猖狂。心虚想跑？魔修可恶，我这是为民除害。鼻子还挺灵。妹妹乖，哥哥最喜欢你了。你现在应该能够开口说话吧？唉，你不说话，我怎么知道你还饿不饿，还要不要吃东西？哦，原来你不说话，看来你不饿咯。我还饿。我需要与你好好谈谈，你跟我过来吧。你虽然是神兽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我这里有凤凰，有龙蛋，有9头鸟，不缺你这只神兽。我知道你一开始不说话是害怕身份被发现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带你进来完全只是因为我女儿喜欢你，而不是你的身份。我不知道你的来历，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危险，更不知道你心性如何。将来我将你喂饱了，你强大了，却反过头来害我怎么办？我有儿有女，身为一个母亲，我不能冒这么大的险。我不是坏人，不会恩将仇报。那你应该把你的来历如实的告诉我。看来这白泽的过去可能有点复杂。我说了，我不会让来历不明的你待在这里。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留下来，将关于你的一切都告诉我，并且认我的女儿为主。那么无论你有多大的仇恨，我都会给你报，把你当成自家人。第二，你离开，但我会想办法剥夺你这段时间的记忆。你可以慢慢选择，我不会强迫你什么，你有选择的权利。等一下，我愿意告诉你我的来历和过往，但我知道你听了之后肯定不会让我留下来。我刚才说了，只要你愿意说出来，愿意认我女儿为主，我不论你有什么过往，有什么仇人，我也会把你当自家人一样守护着。我是世上最后一只白泽神兽，我的父母在上古时期就陨落了，他们是老死的。漫长的寿元已经到了终点，他们为了让我活得更久，在我出生时就将我封印进了极品灵脉石之中。我被封印沉睡了100万年，直到10年前有人发现了我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醒来的，我醒来的时候身处妖界，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妖界的千星仙帝。我刚出生就被封印，苏醒之后懵懂无知，不谙世事，不知好坏。他给我吃了一只魔鹰，我就当他是亲人。可是吃了那只大罗金仙的魔鹰之后，我爆发出的神力震撼到了他。我还记得他眼底露出的贪婪目光，他是妖界的先帝，他想让整个妖界强大无匹，无人能敌。所以他把主意打到了我头上，他不再给我吃任何东西，将我关押在暗无天日的地底，不断派人给我灌各种药。后来我才得知，他想让我尽快成年，因为成年之后我就能配种了。都过去了，你已经逃出来了，不是吗？当初所受的伤害，你一定能加倍还回去，我会帮你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只能哭这一次，以后流血都不能流泪。没想到这个白泽冷冰冰的不爱说话的神兽，竟然是个小哭包，太颠覆形象了。哎呀，下回还是不嘲讽他了，免得他又哭。好啦，以后我不会让你再饿肚子了，你就待在这儿好好修炼吧。等你强大了，我会带你去复仇的。千星仙帝还派人暗中找我，我可能会给你引来灭顶之灾的。你确定要收留我吗？我说话算话，从不食言。可是
我既然愿意留下你，自然有把握保护你。你放心，但你要记住，从今开始，小柔儿，我的女儿，就是你的主人。你要对她永远忠心不二，你能做到吗？我能做到。从今天起，我白泽神兽视龙一柔为主，以终身为契，永远忠心不二，保护主人。你爹有神兽，你娘也有神兽，现在你妹妹也有神兽啦，可是只有你没有哦。娘亲，我继承了你的召唤能力，将来我的本命契约兽绝对不比神兽差，我有这个自信。对，你的人生才刚开始呢，将来你会有无数的际遇，谁也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。娘亲，妹妹有了神兽白泽和她玩耍，我准备去上面修炼了。啊，这么快？我已经考虑好了。好，娘亲尊重你的选择，不过你若是遇到了瓶颈，不要横冲直撞，修炼也需要循序渐进，有事记得找娘。娘亲，我心中有数的，不会让娘亲担心。娘亲一直没有给你喝这个，是怕你不长个头了。不过你既要去石壁上修炼，灵泉露是必须要喝的，否则娘亲下次见你，发现你变成一个俊俏少年了，娘亲会认不出的。我一下子长大不好吗？等以后去了外面，别人还以为我是娘亲的弟弟呢。不行，娘亲还想看着你一点一点的长大，你长得太快，娘亲会接受不了的。而且下回你爹爹看到你，要是真认不出来了，怎么办？娘亲，等西西变强了，就带着娘亲和妹妹去找爹爹，爹爹一定很想我们。说不定你爹爹也在找我们，你不要给你自己太大压力。你也看到了，娘亲在发展势力，总有一天，娘亲会带着自己的势力杀出一条血路，把你爹抢回来。终于把你给盼过来了。我回来只是来看看你，听说你寿元增加了，我很替你高兴。但是你说想让我带领军队的事情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商量的。你现在说得好，待会儿你自己和木姑娘好好谈谈，保证你走都不想走。这是犬子叶明轩，这位就是我和你说的木姑娘，小城主的干娘。木姑娘，木姑娘，这是我给你带回来的仙丹和仙药种子。这颗仙丹可不好买，品质很好，花了3000万上品玄灵石才拍卖下来，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大手笔过。这次真是辛苦李掌柜了。而剩下的玄灵石都用来买了各种仙药种子，仙药种子也不便宜，你要的种类多，还有不少是比较稀少的品种，一起加起来，那200多颗9阶丹药卖出去的钱都花的差不多了。木姑娘，这些仙药种子可不好种，起码咱们半沙城就没有能种活仙药的地方。你要是想种，最好得找个玄灵之气充裕的地方才行啊。多谢李掌柜提醒，我知道了。空间里的环境就是比那些专门种植仙药的地方也丝毫不差，而且时间流速很快，又以灵泉水浇灌，无论是什么药材都能长得很好。木姑娘，你别看明轩他现在修为不高，腿又是跛子，但是他以前还是很有能力的。乾坤城几万的府兵都是由他来训练，如今乾坤城主府这么训练有素，就是明轩当年的功劳。我能冒昧的问一下，严大哥的腿究竟是怎么回事吗？这说来话长啊。长话短说，我得罪了城主的公子，他派人废了我的修为，用神兵砍断了我的一条腿。明轩的腿虽然有问题，但是不影响他操练军队。我不会留在半沙城这个小地方的。你这逆子怎么就不听话呢？还是让我先和严大哥谈一谈吧。木姑娘，我虽然腿残了，修为也掉了，但我依然有大志向。我满身的能力需要更大的舞台才能施展。我这话虽然狂妄，但没有真本事，我不会说这种话。
所以很抱歉，我不会留在半沙城为你训练100人的小军队。100人？你恐怕对我要建立的军队有误解吧？100人叫什么军队？至少2、3万之上才能称得上军队吧？2、3万？木姑娘，你别说笑了，整个半沙城加起来也就4、5万人口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想让整个半沙城的修士都加入你的军队？这怎么可能？简直是异想天开。只要有钱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木姑娘，你可能根本不明白，建立一支军队要花费多少玄灵石。更何况你想要吸引的人死心塌地的加入进来，只会增加更高的花销。算下来，1万人1日至少要花费1000块上品玄灵石啊。还行，比我想象中要少一点。毕竟小九头鸟一天就得吃1000块上品玄灵石。3万人一天就是3000，一个月下来就是9万块上品玄灵石，一年下来就是100多万上品玄灵石啊！刚才这还光是军队吃喝用度的花销。如果每个人每个月按照50块上品玄灵石的月享发放，一个月就是150万，一年下来就是1800万上品玄灵石。当然了，你可以减少到30块，不过愿意加入的人肯定有限。你别想半沙城的每个人都会加入进来。100块？什么？我是说每个人的月赏增加到100块上品玄灵石，每逢过节另有嘉奖，立下军功者嘉奖更多。抱歉，我要回乾坤城了。乾坤城是你的伤心之地，你回去了也不可能大展宏图，没有人会为了一个半残的人得罪城主家的公子。你是在笑话我？想意思让我留下来？只可惜你打错了算盘。不，恰恰相反，你难道就不想恢复修为，养好腿，建功立业，然后还击回去吗？别人怎么欺负你的，你就应该千倍百倍的还回去才对。你以为你做不到？对，以你的能力，你的确做不到，但我可以帮你，让你轻松报仇。你能怎么帮我？我可以让你恢复修为，也可以让你的腿变好，我还能让你更快的进阶，让你成为数万士兵的统帅。你觉得这样你还不能报仇雪恨吗？先不说你有没有那样的能力，首先要建立军队，你没有那么多的玄灵石。你看看，我像是缺钱的主吗？这全是时间丹药。木姑娘，是在下坐井观天了。无妨，毕竟你还不了解我。等你多与我接触，会发现这点震惊算不上什么。那么，严大哥现在还有没有兴趣加入我？李掌柜，我有话想跟你谈谈。李掌柜，我想问问，当初你卖给我那只四脚兽，你还记得吧？当然记得。怎么，这只四脚兽是不是太凶了，惹祸了？他若是惹了祸，你孩子不喜欢的话，你可以把他送到我那儿去。四脚兽很听话，我孩子都挺喜欢他的。只不过我很好奇他是什么来历，所以想问问，当初把四脚兽卖给你的人，你还记得是谁吗？当然记得。卖四脚兽的妖修我认识，所以印象很深刻。他不是半沙城本地人，是从外面来的妖修，经常买点丹药什么的去地府卖，赚个差价。一年有1多半的时间是在地府。他那天不知道去藏仙沙漠做什么，大半夜回来的，回来就拎着四脚兽过来卖给我了。大半夜？是啊，大半夜的敲门说要卖给我一个长相稀奇的玩意儿。当时四脚兽身上都是血，应该是他打的。他说卖给我就要连夜回地府了。他人品如何？这个妖修喜欢占小便宜，半沙城的人认识他的都不太喜欢他。人品到底好不好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要不我带你去找他去？那倒不用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儿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这都7、8天过去了，怎么还不见穆无双那个臭娘们儿？可恶，让我们守了这么久，连人影都看不到。
要不是前几天半沙城里发生了动乱，现在管得严，老子早就进去找他了。这几个魔修真是阴魂不散，竟然还有耐心等在这儿。小白泽，这次你又能饱餐一顿了呢。之前不是进去2个魔修打探情况吗？好像还没出来。谁知道他究竟跑到哪儿去了？要是找不到他，老大那得让咱掉层皮呀！老子要是找到那娘们儿，绝对要把他……把他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是吗？我怎么听见有人说要弄死我？大人，您听错了，您一定是听错了。是大人，我们怎么敢说您呢？你们的意思是说我耳朵不太好使了？这么不会说话，杀！小莲越来越强大，已经脱离了异火的范畴，便是和仙界最强大的几大圣火相比，恐怕也不差。烧到金仙身上，就算不死，也能让其脱掉一层皮吧。无双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不错啊，修为又进了一阶。嘿嘿，那是因为托无双姐知道的福。无双姐，你走之后，不断有灵修加入到我们曼陀城里来，好像把户籍转了过来。没有了凶煞之气后，我们这里现在最受鬼修欢迎的城池了。因为这里没有可恶的妖修魔修，不用担心城隍官墙角悬疑时，鬼修们都愿意来我们曼陀城。现在我们曼陀城人口有多少了？有5万多了。这么多？哈哈哈！你师傅现在训练的怎么样了？老道，你也遇到瓶颈了，不应该啊，这点小问题你都想不明白。什么小问题？这哪是什么小问题？跟你说你也不懂，咱们修炼的根本不是一个体系。你是鬼修，老道我是灵修，哪能一样啊？只听他详细的指出了他的问题，然后又说出了几种解决办法。关键是说的太对了，就仿佛他曾经经历过一样。无双，你是天才吧？身为鬼修，连灵修都能知道了。真仙境巅峰了，哈哈！老道，我要是半步金仙的人了。无双，你真厉害，老道我是真的佩服。如果玄阴石足够的话，那就更好了，可以布置一个聚阴阵，鬼修们在里面修炼事半功倍呀。唉，玄阴石太难赚了，养这么多护卫队是个大难题呀。放心，玄阴石多着呢。什么东西啊，这么重？这么多玄阴石？无双，你不会是去半沙城打劫去了吧？可别待会儿半沙城来人兴师问罪了。这是我卖丹药赚回来的玄阴石，你放心用着就是了。卖8阶丹药能赚这么多玄阴石？老道，我得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糟了，绝对糟了，肯定是他把半沙城洗劫了。我现在是10阶炼丹师了。老道，我知道你是炼丹师，多少阶？你说多少阶？10阶啊。10阶？你别哄我了，我知道你在故意逗我开心，麻痹我的神经，好等待会儿半沙城打进来的时候，让我不至于太难受。喏，你自己看吧，看我是不是骗你了。无双啊，你别是把人家城主府的镇店之宝都抢来了吧？这么多的10阶丹药，这一下想好好协商都难了。这是我自己炼制的，不信拉倒。真是你自己炼制的？你现在是10阶炼丹师？哎，老道，你先别急着震惊，我得提前告诉你个消息，免得你下回还得震惊一次。今天受了这么多刺激，老道我的心脏已经够强大了。你快说，说晚了老道心脏又得受不了。
如果不出意外，不久之后我就能升级为仙丹师了。什么？仙丹师？无双啊，你不会是在跟我开玩笑，逗我玩的吧？啊，对，没错，你肯定就是在故意刺激老道我。哪有刚成为10阶炼丹师，很快就能成为仙丹师的呀？就知道你不信，我也只是先知会你一声而已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有2件事要交代给你。你说。第一件事，我需要你派人去帮我暗地里把这个人找到。他是妖修，经常往来于鬼修城和半沙城之间。这个画像基本上与他本人相符，按照我画像找就行了。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不能让人发觉。还有一件事是关于半沙城的。无双，你真的和半沙城结仇了？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么能惹祸的人吗？我没有得罪半沙城，相反，我现在是小城主的干娘，半沙城相当于我的第2根据地。小城主的干娘？老道我虽然在曼陀城训练护卫队，但是最近发生的大事还是知道点的。半沙城的徐管家和周队长被严管家和一个女灵修弄死了，这个女灵修又成了小城主的干娘。虽然无双你的确很强大，可是你是鬼修不是灵修，休想哄骗老道我。灵修？天哪，无量千尊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没看错，我是灵鬼双修。还能这样？那无双啊，你到底是灵修还是鬼修啊？我是灵修还是鬼修，没什么区别吧？所以说，你真的是半沙城那位小城主的干娘啊？我告诉你这个是想让你与半沙城联络。你一定听说了半沙城正在招揽士兵建立军队的消息了，是我让严管家帮我建立的。以后我们除了曼陀城，还有半沙城为秘密基地。人在哪儿？就在内城的四方城里，正准备参加一个拍卖会。老大，你陪我去那个拍卖会看一看。那不行，拍卖行是魔修开的，好像就是楚江王的一个义子开的。你这样过去，只怕会被人赶出来。这还不简单？这是什么丹药？上面还有3条纹路，这是3转金丹，10阶的3转金丹。没错，这是易容丹，不过却是被我改良过了的易容丹，便是灵王境的修士也看不出来。这丹药吃了就能改变容貌？吃了之后，你要幻想自己易容成什么模样，就能易容成什么模样，还能继续不断的调整。这太有意思了。老道，你还是赶紧把你这脏兮兮的道袍换一换吧。你再把声音调整一下，调整好就别换了。怎么样，无双？老道我，本公子的声音如何？你喜欢就好。无双，人在那儿。是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我会替你报仇的。那就是于红。就是他，泰山王的女婿，四方城的城隍官。他就是楚江王的义子之一吧？开这家拍卖行的。他叫楚河。今日应该有好东西要拍卖，不然也不会连四方城的城隍官于红都亲自过来。无双，你不会要出手吧？你可千万低调点吧，什么好东西也别出手，省得引人注目。看情况吧。我还以为有什么好东西，搞了半天，压轴的居然是2颗10阶丹药，还是我亲手炼制的。老道，你先回去吧。等等啊，无双，你干坏事儿，老道我帮你把缝。要不我自己进去？不行，
老道我哪能让你一个人以身涉险？那样太不义气了。老道我像是那种人吗？两位爷，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？咱们春花阁呀，什么模样的都有，帮你们两位爷玩得开心。这里是赏钱，你们先拿着玩。小爷我今天就要你们春花阁最漂亮的姑娘来接客。好嘞，爷您等着，妈妈这就去给你们把最漂亮的姑娘请来。把你们春花阁几个花魁全找来，小爷我满意了，这些赏钱就是你们的。花魁？这4个我们都要了，让他们全部去沐浴，不洗半个时辰不要送我。小爷我有洁癖，这些小赏钱你们拿去吧，待会儿把爷爷们伺候舒服了，还有更多的赏钱。人呢？老子要的蓉儿怎么还不来？什么？老子的蓉儿被2个小白脸半路抢走了？卢爷，稍安勿躁，妈妈我给你准备了一个不属于蓉儿的美人儿，还是个雏呢。你不是最喜欢雏了吗？今天妈妈算你半价。不行，老子先定的蓉儿，凭什么被别人接了活？说出去老子的面子往哪搁呀？卢爷，你别急呀。这样吧，妈妈先让那个美人儿过来给你看看，你要是真不喜欢，妈妈就去把蓉儿给你换回来。无双啊，待会儿4个美人来了，老道我可吃不消啊。有什么吃不消的？喝喝茶，聊聊天，怎么就吃不消了？你少故意逗老道了，这种地方来了只喝喝茶聊聊天会被人笑死的。若真的只聊天喝茶，你让他们洗澡干什么呀？不过老道我得跟你说清楚啊，老道我装装样子还行，碰女人就破戒了，是不行的。放心吧，不会让你破戒的，要半个时辰他们才会过来。我现在出去一趟，等我回来他们都还没来呢。这么多娇滴滴的美人也只能看一看了呀。无量天尊呐，老道下辈子可不能再当老道士喽。让老子等了这么久才来，还想不想活了？美人儿，你叫如梦是吧？啊，公子，等一下，你想看看奴家的容貌？快让老子看看！别急啊，奴家摘给公子看。哦。这搜魂术我还是第一次用，没想到效果还不错，很好，没有透露给别人就好。那么只需要杀掉他就行了。卢公子，奴家是如梦，真抱歉让你久等了，奴家这就进来了。卢公子，你怎么睡着了呀？滚！说好了给老子安排一个和蓉儿差不多的美人，竟然给老子安排这等货色敷衍。就是你们2个小白脸抢老子女人啊！他是小白脸，我不是。你们要是不想死，就立刻给老子滚！老子的女人谁敢抢？什么破地方！本公子下次再也不来了。别走呀，两位爷！妈妈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。交代个屁！他是于洪大人的亲戚，本公子可不敢得罪他。反正这破地方本公子是不会再来了。走，去前面的浇花塘去玩。卢杰，妈妈都这样了，就让他先玩着吧。他可是于洪大人的亲信呢，不好扫他的兴。
人，上去检查死因是什么。给你报了第一个仇了，以后你的仇我一一帮你报。谢谢大主人，以后我强大了也能自己报仇。无双啊，老道是彻底服气了，不费一兵一卒，不引起任何人怀疑，就能弄死于洪的亲信，牛啊！以后这里就是丹药一条街了。你准备让人在这里卖丹药？可是丹药不好卖呀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，咱们曼陀城的鬼修都很穷啊。谁说我要卖给鬼修了？我要赚的是妖修和魔修的钱，顺便带动咱们曼陀城的经济，让鬼修们都富起来。你自己规定的，除了鬼修之外，妖修魔修要进来曼陀城，必须得缴纳1000块下品玄灵石。你觉得谁会来咱们这里买丹药啊？物美价廉的东西永远不缺市场，等着吧，以后这条街绝对会被挤得水泄不通。竟然已经到灵仙境巅峰了，西西，你真让娘亲感到自豪。娘亲，我还是觉得我进阶的太慢了，娘亲你才是进阶最快的。等你修为再高一些，娘亲就让你出去自己闯荡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际遇和运道，娘亲现在不放心，不然早该让你自己出去的。等我找到了爹爹，我再自己去闯荡。现在我要代替爹爹保护娘亲和妹妹。你爹爹一定会以你为豪的。去药田看看去，仙药长得如何？最近咱们药田的药材长得都特别的好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空间升级了的原因，还是以前您从妖族禁地里移出来的神药田，当初不是全部变成种子落入药田中，但是一直没有长出来吗？现在全都长出了萌芽了。这就是神药？应该是妖族禁地灵气太少，而且禁地的契机影响到了神药，所以导致神药失去了神力。这么多的神药，主人您发了，在仙界一株神药就是拿100枚仙丹也买不到呢。而且神药只生长在神域雪山，那里是佛门重地，神药由佛门看管，便是先帝想得到一株神药，都得经过佛门的允许。听摄天宫的神器器灵说，也许皇叔是因为神魂出了问题，所以才解除了与神器的本命联系。如果皇叔真的神魂受伤，他这里的神药都能派上用场。没想到空间升级能让这些神药生长出来，倒是喜事一件。主人，这些是您买回来的仙药种子，都已经长出来了，现在已经能用来炼制丹药了。很好，你们先帮我准备好仙药，我准备闭关修炼，升级到仙丹师了。年轻人，老衲观你斩断情欲，修成慧根，乃是我佛门有缘之人，也是我佛门救世之人。今日起，老衲将收你为徒，你可愿意？何以斩断情根？你这和尚还想让我把3000发根也断掉吗？罢了罢了，3000发丝罢了。你要实战，还是算了吧。你如今是大罗金仙的修为，曼陀城没有一个比你修为更高的人。那我就去挑衅大罗金仙。地府的大罗金仙总共就那么多，像于洪、楚河这些人，全是有背景的人，你现在还招惹不得，小心他们背后的人给你一击，他们可全是仙王级别的。明的不行，不能来阴的，我可以易容。好吧好吧，不过呢咱们曼陀城最近改变太大，引起了不少城隍官的觊觎，你现在可没那精力去挑战大罗金仙了。啊，你仔细说说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煞气消失的原因，
现在咱们曼陀城的玄阴之气越来越浓郁了，非常适合鬼修修炼。很多鬼修都在进阶，城内鬼修的整体实力在逐步提升。不过最让外人眼红的还是丹药一条街的火爆。无双，你是没有看到，10日前老道我放出消息说曼陀城内建了丹药一条街，8阶、9阶、10阶丹药应有尽有，物美价廉。但第二天呢，咱们丹药一条街就挤满了人，排队买丹药的人都排到后面2条街去了。那些妖修啊、魔修啊骂骂咧咧，最后还不是得舔着脸求着咱们卖丹药给他们。这些妖修魔修啊，带动了周围店铺的繁荣，咱们曼陀城蒸蒸日上，自然会有人眼红了。老道，你觉不觉得咱们曼陀城有点古怪？啊？什么古怪？我是说玄阴之气增长得太快了，10日之前还没有这么浓郁的玄阴之气。有句话，老道我不知当说不当说呀。当说。老道我觉得咱们曼陀城底下还有问题。我只是猜测，以我老道盗墓多年的经验，这底下不太对劲。那就下去看看。龙脉？难道这条龙脉早在冥界建立之前就存在？这还是老道第一次亲眼看见真的龙脉。无双啊，这真的是龙脉，本来已经枯竭了，但是现在又焕发了生机。哎，发芽了。这条龙脉在恢复生机，难怪曼陀城的玄阴之气在增加。我们身处在龙脉之上，能不增加吗？正是因为你的到来，才使得龙脉恢复了生机。这说明你是大气运之人呐，你的气运大，才会让龙脉都活过来。你们相辅相成，以后这条龙脉越来越强大，无双你的气运也会更加的浓厚。老道活了这么多年，就只有你给老道的惊喜最多了。正因为你是气运之子，哦不，气运之女，你才能在遭遇到楚江王的事情之后逢凶化吉呀。将来你气运越高，得到的际遇就会更多，修炼起来的瓶颈也会更少。连我们这些在曼陀城上久住的人也会得到很多的好处。现在只是龙首处焕发了生机，若是将来其他位置也恢复了，龙脉变强，不只能产生玄阴之气，还有玄灵之气，那么其他的妖修魔修也会得益，那就吞并了他们。不是城隍关只能管理一座城池吗？我怎么吞并他们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现在别人都快欺负上门来了，咱们肯定要还回去啊。谁欺上门了？是咱们隔壁的3个城隍官，他们见曼陀城的玄阴之气浓郁了不少，打起了主意，想分点地盘过去。哦，那你倒是说说有何解决办法？鬼修城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那就是一个城的城隍官死了，可以由其他的城隍官推举出一个人顶上，第2年再换新的。自然这个代理的城隍官就可以换成咱们自己的人。以前很多城隍官就是这样吞并的其他势力。哼，有趣，还能这样？老道，还愣着做什么？上来做计划呀！哈哈，来嘞！曼陀城越来越红火，你们知道那丹药一条街每天收进口袋的玄阴是有多少吗？这么赚钱，说起来也真是邪门了。以前曼陀城都是凶煞之气，没人愿意进去住。现在不仅凶煞之气没有了，而且玄阴之气还浓郁了。若是让那些鬼修长此以往的修炼下去，恐怕会成大患呢。那个穆无双还真是有点本事，你们可别忘了啊，他还有一柄神器呢。可不止神器，还有那9头鸟。要不是9头鸟，电城王怎么会收他为义女？那些鬼修也不会听他的话。现在这些鬼修都以穆无双那个女人为首，
这是把他当做冥王的使者了。此人不除，地府无凭。我们一起联手杀了他，曼陀城我们3个人平分。至于那件神器，可以成为我们共同的财产。但要一条街归谁管？自然是归我，我修为最高。到时候杀穆无双的时候，我出力最多。但要一条街归我管，你们没意见吧？那个不行。谁啊？谁胆大包天？穆无双，私闯本官城隍府做什么？我来做什么？自然是来割掉你们的脑袋。难不成本官还等着你们上门杀我？我看被砍掉脑袋的人是你，我们一起上，干掉这个臭娘们。对，干掉这个。聒噪！大罗金仙！无双姐，咱们手下现在有这么多人手了，怎么不趁势将中城给占领下来？能占领多少是多少呀？你个小傻子，中城和外城能一样吗？咱们刚占领了这么多城池，要休养生息，你不知道啊？跟随我的鬼修虽然多，但是都是才跟随我不久，修为参差不齐，真正能用到的并不多。若是真的和中城对起来，对方也一定会变得团结。我一人之力有限，到时候损失的是鬼修。更何况中城和内城关系紧密，我已经是外城36城之主，再贪心，那些人就容不下我。那个穆无双还真有点本事。可不是有本事吗？听说他的修为在金仙境巅峰，年纪轻轻就有这般修为，定是天宗之子。身上还有神器和冥王的座驾九头鸟，无数鬼修臣服，将来啊，说不定会成为咱们之中的一员呢。谁知道是真神器还是假神器？当初他拿出了一张弓，散发出了神器之威，可你们有人看到他再拿出来过那把弓吗？他就算是伪神器，那他的扭头鸟也是真的，很多人亲眼所见。他代表着鬼修，若是真把他杀了，冥界的鬼修都会反抗，是个祸患。宇兄，当年九头鸟追随冥王一起陨落，是被先皇亲手杀死的。仙界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事儿，而九头鸟乃是冥界唯一的凶手，天上地下仅此一个。他死了，哪儿来的第二个？难不成九头鸟也有假？我的人告诉我，穆无双的那只九头鸟个头没有真正的九头鸟3成大，虽然凶恶，但展现出来的实力很普通，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九头鸟。也许是穆无双用了什么障眼法，哄骗了那些鬼修。你们试想想，若是让那些知道他崇敬他的鬼修们知道他是个骗子的事实，鬼修们还会继续支持他吗？要是鬼修们知道他们拥护的人骗他们，九头鸟是头假九头鸟，肯定是件有趣的事。哈哈，这下有意思了，老子这就令人去散布那娘们是骗子的事实。楚河，你确定那是假九头鸟？如果穆无双真的有九头鸟，为何攻占外城的时候不让九头鸟大发神威？既然如此，那就都放出消息，告诉那些蠢蠢欲动的鬼修，穆无双是个什么货色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关于穆大人的事情。我也听说了，我是不信的。谁不知道穆大人为人和善？曼陀城当初就是在穆大人的带领下，短短数日就发展了起来，他怎么会骗我呢？我也不信。真是一窝子废物！我的肺，这都闹不起来。他们不去，老子去帮他们问。无双，你给老子出来！老子今天就是要给地府的鬼修们主持公道。
无双姐的九头鸟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楚河那魔修来意不善，这么大张旗鼓的跑过来，肯定有问题。九头鸟是真的，比真金还真，绝对不是假货。既然是真的，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。我刚才神识一扫，已经了解到发生什么事了。无双，可是他们一定要看九头鸟怎么看。九头鸟才出生不久，气势小，也很孱弱，一拿出来绝对会令人起疑心的呀。放心，这位可是有着大气运的妖孽，肯定有办法逢凶化吉。这无双，你终于敢从你的龟壳里出来了，让大爷我好等啊！他们进来都缴纳玄阴石了吗？说了，大人，今日当值的守卫让他们缴纳了玄阴石，才让他们进来的。很好，来我曼陀城就要讲我穆无双的规矩。虽然本官允许一些猫猫狗狗杂碎进来，但该缴的玄阴石一块都不能少。无双，你好大的威风！不过你威风再大，很快也会名誉扫地的。你是哪位？休敢无礼！楚爷乃是鼎鼎楚江王的义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这样同楚爷说话？还不给楚爷跪下道歉，小心楚江王要你的小命儿。楚江王啊？哦，就是那个栽在女人怀里起不来的楚江王。据我所知，楚江王已经不管事了，其殿中事务都是他的大义子在掌管，而你似乎与你的大义兄有点局龉。你觉得他会管你的死活吗？你知道的不少啊，老子的死活？臭娘们儿，你还想杀了老子？老子看你是活腻了。不行，你不能伤害大人。不知死活！曼陀城不欢迎你们。你不能伤害大人，你们出去！都给老子闭嘴！你们不是向往这个臭娘们吗？那就让他把九头鸟拿出来看看。他不敢吧？他就是在以你们的信任欺骗你们。九头鸟早就死了，他用假的引你们上当，让你们听从他。将来等他达到了目的，你们还算得了什么呢？他的神器是假的，九头鸟也是假的。这个女人的心计比你们想象中要深得多，她欺骗你们就是为了得到你们的拥护。看看你们现在，宁愿死也不想让他们受到伤害，就是因为你们被他洗脑，被他蒙骗了。本宫的九头鸟不是谁都能看的，他出来必定是要吃人的。楚河，你确定要他出来？他出来，食物就是你了。无双，老子承认你的确有点本事，不过想在老子面前耍小聪明，你还嫩了点儿。既然你死鸭子嘴硬，那就把你所谓的九头鸟拿出来，让我们过过眼瘾吗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。罢了，有人偏要找死，没人能拦得住。那你就给我的九头鸟当口粮吧。不，这是假的，是障眼法。老子杀了他，你们就知道他是真的九头鸟还是假的九头鸟了。小小口粮也敢叫嚣？大罗金仙，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。本官的曼陀城岂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？况且本官说了，你是九头鸟今天的口粮，你想跑哪儿去啊？你竟敢杀我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本官早说过，天堂有路是你自己不走，何况我既然敢杀你，就有把握相信没人会管你的死活。你自己也最清楚，不是吗？你的身体和魔婴可是大补呢。大人，以后我们一定坚决信任你，不会再被外人所动摇了。你们没有错，任谁都会起疑心，我怎么会怪你们？
几年后，这支军队又是何种情况？干娘，玄熙哥哥呢？他呀，他正在闭关修炼呢。你的修为都这么高了，他当然也要努力呀。原来玄熙哥哥闭关了，那江儿也要更努力才行。传送阵好像出故障了，我现在这是在哪儿？难道我来到了灵界？如果这里真的是灵界，也许他能找到皇叔呢。皇叔若是在找他，应该很快就能找到。妖雄，站住！你是什么人？我在这座山脉中迷失了方向，不知各位可否告知这是哪里？瞎说！你是真仙境的修为，怎么可能会在这紫阳山脉迷路？我看你明明是心有鬼胎，故意跑来搭讪。看吧，他不说话了，看来是本小姐戳中了他的痛处，他就是找借口，故意来搭讪申公子的。张小姐，这位姑娘只是问个路而已，你别小题大做了。也许这位姑娘根本不认识我。姑娘，在下申周易，申元城城主之子，准备前去丹霞谷采摘仙药种子，不知姑娘要去何处？申公子，不知这儿离申元城有多远呢？不远，以姑娘你的修为，3、4日就能到达。姑娘若是要回申元城，不如和我们一道，等我们去了丹霞谷采摘完仙药种子，就一同回申元城。申公子，我们去采摘仙药种子，他一个外人凭什么加入？更何况他根本就是心怀不轨，谁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们怎么能让这样一个人加入进来？你怎么能这样说这位姑娘？无凭无据，不得出口伤人。我可是为了大家好啊！他来历不明，采摘仙药种子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不能让他加入进来，我不会同意的。丹霞谷仙药田的腰牌在我手上，我想带谁进去，恐怕不需要你的同意吧。申公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想带谁进去自然是听您的，我方才只是太过担忧了而已。你知道就好，我看这位姑娘并不像是坏人，若是姑娘有兴趣的话，可以随我们一同前去。那就叨扰了。这个狐狸精果然是来勾搭沈周易的。木姑娘，丹霞谷还需要半日才会开启，我们就现在在这里休整半日吧。木姑娘，你也是申元城的人吧？家住哪里？我见木姑娘一见倾心，等回去后向令尊提亲，姑娘意下如何？申公子可能误会什么了，我对申公子没有其他意思。你不用害羞，我还未娶亲，等娶了姑娘，保证对你一心一意。害羞？他眼瞎了吧？申公子想多了。你故意在山脉里，不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吗？你成功了，申某现在心悦于你，非你不娶。你真的误会了，我遇上你们是偶然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了，你别害羞，也别生气。木姑娘，待会儿你要一直跟在我身边。进入里面的人很多都不是善茬，你若是落了单，被人抢了仙药种子都是小事，小心被人看上了你的人。你跟申某在一起，走这边，正东方向一直以来都是仙药种子喷洒最多的地方。不用了，申公子，你自己去那边的，我去其他地方。少城主，这女人太不是好人心了。你们去正东方位，这次势必要抢夺下来1000颗仙药种子。是，那少主您呢？本公子去找她呀。这么一个绝世美人儿，还没到手，不得捧着哄着吗？不过本公子也没什么耐心了，她若还是不知趣，还不乖乖的投怀送抱，就别怪本公子翻脸不认人了。小妞儿，
待会儿哥哥送你几十颗仙药种子。嘿，几十颗种子也太多了吧？依我看，几颗就够了。莫姑娘，心情肯定不好吧？你这么不乖巧，本公子心情也不好啊。我最后再告诉你一次，你是误会了，我对你没有一丁点兴趣，在这之前也不认识你，更不会故意守在那儿与你搭上关系。莫姑娘，你说这是误会，那你为何想同我一起回深渊城？你不就是认为我是深渊城的少城主，想当上少城主夫人，才故意设计那样的出场方式吗？对，没错，你的出现让本公子感到了惊艳，本公子也极喜欢你的容颜，本想着娶你为正妻，可你屡次三番的欲擒故纵，本公子最讨厌的就是你这样恃宠而骄、不知轻重的女人，所以你最好立即放下你这些破手段，乖乖的来到本公子的怀里。以后你若再敢在我面前甩脸色、爱理不理，本公子就不会像这次这么好说话了。这他妈是什么鬼玩意儿？和当年的西门康都有的一拼了。还愣着做什么？你不想当少城主夫人了吗？我对你没兴趣，滚吧。你说什么？你竟敢让我滚？好，这是你自己说的，以后就算你跪在本公子面前，本公子也不会看你一眼。好像仙也要成熟了，来了，快准备！不对，仙药种子朝西方喷去了。把仙药种子留下，否则你出不了这丹霞谷半步。威胁我？当我是夏大盗？把仙药种子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你们有谁听过吃进嘴里的东西还有吐出来的说法？就不要怪我们不知道怜香惜玉了。要真打起来，我可就不是把你们打趴下这么简单了。你们确定要打，那就把命留下来觉悟吧。可笑之极，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修为。杀了他，取仙药种子。慢着，沈公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您不是已经和这个女人闹翻了吗？女人嘛，偶尔闹闹脾气不是很正常吗？本公子虽然不喜她这样无理取闹的样子，但本公子愿意给她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你搞错了，我平生最讨厌你这种自以为是的男人，更何况姑奶奶我早就成亲了。说什么？你已经成亲了？你竟然骗我！你哪点值得姑奶奶骗？姑奶奶的夫君比你强大万倍，比你英俊万倍。你在姑奶奶我的眼里连根葱都算不上。看在你带我进丹霞谷的份上，姑奶奶我懒得和你计较。你要是再喋喋不休，姑奶奶切掉你的舌头。你真是找死！骗了本公子，羞辱了本公子，你还想全身而退？你现在立刻把仙药种子全部交出来，然后主动成为本公子的奴隶，本公子就考虑饶你一条狗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姑奶奶就是把仙药种子扔在地上，也不会给你们一颗。你杀了他！申公子，这种女人不留也罢，妖界多的是女人愿意当申公子的奴隶呀！不能杀她！你们是不知道这个小牛有多漂亮，即便是乾坤城的第一美人，也没有她一半容颜的颜色。今天本公子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玩她。本公子玩厌了，你们可以继续玩。能有多好看？还能比乾坤城第一美人路遥小姐漂亮？我见过路遥，只要看一眼，老子就能做1个月的梦。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她的脸。本公子这3天被她迷得神魂颠倒，就是因为她长着一张勾人的漂亮脸蛋儿，否则本公子会有这么耐心的陪她玩？你们是在找死？找死的是你！你去把她的面纱揭下来，让各位看看这女人的模样。等你们看了，就知道什么叫绝色美人。让各位大爷看看你的脸蛋儿是你的荣幸，也给脸不要脸啊！看来是本公子小看你了。臭娘们儿，没想到剑道这么强大，我们联手将他制服。大家一起上，只给他留条贱命。我给了你们很多机会，既然你们想死，
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怎么可能？前辈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前辈高抬贵手啊！晚了。全都毁尸灭迹了。能不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？我们城主要为少城主报仇，肯定要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。此人聪明不已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，老朽都猜不出他的身份。你这狐狸精，怎么在这里？张家姐姐，你说的什么狐狸精啊？他就是狐狸精。什么狐狸精啊，张姐姐，你不是和申公子去紫阳山脉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幸好你提前回来了，你是不知道啊，申公子他们一行人已经死在丹霞谷里了，被人烧的只剩下一丁点灰烬了，无一人生还，好可怕的。什么？走，陪我去城主府。走到哪儿去啊，张小姐？张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那刚才有发生过什么异样的事情吗？比如他刚才见到什么可疑的人没有？没有啊，一切都很正常，一路上我们什么人都没有看到。掌柜的，卖东西。卖什么？仙丹。仙丹？你要卖这3颗仙丹？怎么出价？你这3颗仙丹只是普通常见的1品仙丹，我最多给你出5000万上品玄灵石。看来掌柜的并不是诚心想要。哎，等等，姑娘，价钱可以商量吗？你就只有这3颗仙丹吗？还有没有？3颗仙丹还不够。老夫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样吧，6000万上品玄灵石，你将这3颗仙丹卖到我们问心阁，如何？我这个价钱很公道了，你就是去别人那里也没有这么高的价格。在深渊城，没有人比我们问心阁的价格好。深渊城不好出手，我还可以去其他地方卖。你给的价格可谈不上公道。那姑娘，你觉得什么价格合适？8000万。不要就算了。买，老夫要了。你这价格呀，老夫可真是1块玄灵石都赚不到啊。跟上去，做了他，把老夫的玄灵石带回来。从来没有人能从老夫这里拿走这么多玄灵石。将8000万上品灵石交出来，我饶你不死。恐怕你没这个本事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怎么才回来？那个女灵修不好解决？解决了。你做得很好，老夫会给你赏赐。不过你还没有告诉老夫，这3天你去了哪里？这叫缩地成寸，是那个女灵修神奇的步伐，我花了3日才学会。好，有了这步伐，你的追踪之术
就会更加厉害，是老夫的得力助手。那女灵修身上可还有其他宝物，比如仙丹？没有仙丹，但有一样东西，好像是神器。神器？快点拿出来给老夫看看。不行，这件神器是我自己得到的，我帮你追回的只有那8000万上品玄灵石。你在拒绝老夫？你莫非忘了你的家人在老夫的手里？这就是神器呀！发了，发大了！还愣在这里做什么？出去！你很谨慎，很小心，但你还是失误了。你不是孙供奉，你是谁？你派孙供奉追杀我，还问我是谁？是你！现在才舍得丢出来，晚了。你很好奇是吗？你越好奇，我越不告诉你。唉，我做这种事儿真是越来越熟练了。下一个要拍卖的东西有点意思啊。掌柜的，叫几个管事过来，老夫有事交代。把接下来要拍卖的拍卖品全部给老夫拿回来。这些仙丹就是接下来要拍卖的东西。我们刚才已经把3颗1品仙丹给拍出去了，而且拍出了3500万上品灵石1颗的高价。要是继续再拍卖1颗丹药，不仅价格上不去，之前3个买家也会觉得受到了欺骗，会记恨咱们问心阁的。记恨就记恨呗，反正不是姑奶奶的拍卖行。要你去就去，老夫像是怕人记恨的人吗？怎么亲戚啊？你看，哎呦，太可爱了。刘管事、杨管事、吴管事，你们分别管理的几个店铺生意起色一般呢？没起色就给老夫把店铺卖了吧，一人分10万上品玄灵石遣送费给你们。哎，掌柜的，您别开这种玩笑啊！小的们哪敢把您的店给卖了呢？我们一定会将店铺开得越来越红火。老夫没有开玩笑，你们立即就去将所有的店铺甩货卖了，这是命令。钱管事，你跟了老夫这么多年，几个管事之中，老夫最信任你，你也最有能力。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开一家拍卖行啊？您误会了，小的就算有100个胆子，也不敢自己另起炉灶啊。你是不敢，但城主敢啊。钱管事帮老夫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虽然你的身份让老夫失望透顶，但是城主这些年对老夫并不算差。既然城主想要老夫的问心阁，老夫就把问心阁卖给城主大人。你去城主府一趟吧，我出这个价格。城主要是满意，你直接来老夫这里拿店铺的契约吧。娘亲这是故意在破坏问心阁的声誉，让城主接手了问心阁，也没了客源。娘亲太腹黑了，不过谁叫城主家的癞蛤蟆敢对娘亲打主意呢？妹妹长得真好看，长得好像娘亲。妹妹去哪里啊？龙蛋要孵化了。刚刚他们用掉了小九头鸟1个月的口粮。主人，可能是因为一次性有5只小金龙要出世，它们被封印了10几万年，需要庞大的灵气
或者玄灵之气才能破壳而出啊。也许是玄灵之气一直滋养着这5只小金龙，所以它们胃口变大了。唉，赚钱不易呀。饿了？怎么这么快就饿了？这不科学。娘亲，他们好像也吃玄灵石。得了，又多了5只要吃玄灵石的小祖宗，还得继续赚钱，任重而道远啊。掌柜的，城主已经答应了您出的价格，不过城主正在调查少城主的死因，自己没空过来，就有小的代劳接管问心阁。老夫急着要去乾坤城，否则老夫一定亲自去城主府向城主表达谢意。这些年老夫能在深渊城站稳脚步，多亏了城主的提携。原来掌柜的是要去乾坤城，难怪突然要卖掉问心阁。城主说了，会给你3天时间清理，3天之后问心阁就由我们来接手了。老夫知道了。钱管事记得替老夫向城主问声好。去把老掌柜给我抓回来，他绝对有问题。沈城主，发生了何事？有人易容欺骗到了本城主头上。易容？杀死令郎的人也是易容，会不会和这个易容城老掌柜的人是同一个人呢？本城主要杀他，将他剥皮削骨，碎尸万段，方能解本城主的心头之恨。什么？人昨天就离开了？老掌柜在昨日黄昏之时就出了城门，他是往乾坤城的方向去的，应该是去了乾坤城了。立刻派人去乾坤城找他，给本城主把他给押回来。等一下，沈城主，此人已经不是您认识的那个人了。他若是去了乾坤城继续易容，那您找他不亚于大海捞针呐。沈城主，不如先彻查清楚，此人易容城老掌柜，定然和老掌柜有交集。那么根据这一点，应该就能查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把问心阁所有的人全部带来，本城主要亲自审问他。这是同一个人炼制出来的1品仙丹，也就是说，那个女灵修很可能就是假扮成老掌柜的人。他应该不止假扮成了老掌柜，还假扮过那个叫孙安的供奉。孙安去杀他时，却被他反杀，最后老掌柜惹祸上身，自己不仅没了命，连所有的财产也被此女卖了出去，成了他的私人财产。不得不说，此女十分厉害，好狠毒的女人，就是她杀了我儿。如果是这样，就说得通了。老夫先前听丹霞谷外面的人提起，当时令郎带了一个女灵修进去，老夫还以为那个女灵修同样死在了里面。现在看来，那个女灵修才是杀人凶手。此女相当危险，她身怀异火，可以轻易的毁尸灭迹，修为在大罗金仙中期的样子。您派人去乾坤城的话，还得多派几人。本城主亲自去乾坤城杀了他，为我儿报仇。找到了，找到无双了。
无双在哪里？在妖界，无双就在妖界，在妖界的南边，我们直接去妖界，应该就能找到无双了。可是妖界已经封锁了，千星仙帝不让任何人进去。我们虽然不能去妖界，但是龙一、龙二就在妖界。我先告诉莫神一声，让龙一和龙二去找无双吧，去其他界的暗卫也可以收回来了。也不知道无双现在怎么样了。他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，又是在妖界这种地方，一想都知道会很辛苦。你快些告诉莫深吧，他才是最担心无双母子3人的一个。莫神说他已经告诉了龙一和龙二，让他们去找无双了。莫神说等他出关，他就去妖界。什么？那可不行，要是让九幽仙帝知道了，生疑了怎么办？无双这样的身份，只要让他们知道一点，就有可能置他于危险之地啊。少城主竟然来了小店，真是令小店蓬荜生辉呀！小的这就关了店门，把里面的客人全部赶出去，给您清场。听说你这儿来了一个貌美如花、天仙般的客人，本公子过来瞧瞧，到底有多好看才能称得上是天仙呢？不是小的吹啊，这位客人可比小的见过的任何女人都漂亮，白嫩的皮肤啊，就跟刚剥皮的鸡蛋一样，吹弹可破。少城主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本公子还不信了，这世上有人能长得比路遥更好看吗？哦，姑娘眼生得很，想必是初来乾坤城不久吧？你已经是第32位用同样的话与我搭讪的男人了，我建议你换一句开场白。放肆！怎么跟我家公子说话的？你知道你面前的人是谁吗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抱歉姑娘，我家奴才不懂事，让你看笑话了。砍了他的手指才显得更礼貌吧。好，那就依你。来人，把他的手指头给剁下。这位公子真是一丁点没主见，我让你砍你就砍，那我让你滚，你滚不滚啊？少爷，此女对您不敬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属下一定替你好好教训教训她。这里有你们说话的份吗？全都给老子跪下！姑娘，本公子还没认识你，怎么能滚呢？本公子先介绍一下，我叫魏峰，乃是乾坤城城主之子。这个乾坤城的少城主，莫不是抖 M 不成？还不知道姑娘从哪儿来的，如何称呼？没记错的话，严明轩的腿就是被这个魏峰用借来的神器砍断的，烦死了！安静点。那本公子不说了便是，打扰到姑娘的雅兴是本公子的错。是元阳弟子和路遥小姐。是魏峰，弟子，你不是要找魏峰吗？他就在那里。魏峰，你出来吧，弟子找你有点事儿。有什么事情进来说，我现在走不开。弟子，进去喝杯茶也好。魏峰，我就说你今天怎么变了个人一样，原来是身边多了一个美人儿啊！我真替你感到开心。你也知道我们是不可能的，你早就该放下了。上次弟子来乾坤城已经是1年前的事了，这一次弟子一定要在乾坤城多玩几日，我也好尽地主之谊。那就多谢魏兄款待了。都是兄弟，客气什么？魏峰，你不介绍一下这位姑娘吗？这个桌位我付了钱的，你们有什么话可去旁边说，不要再打扰我了好吗？这位姑娘好生貌美啊，可是你说话未免太无礼了些吧？你知道我们是什么身份吗？你们是什么身份，与我何干？再说了，我无礼了吗？我只是在告诉你们，不要打扰我而已。
魏峰，你女人就这么没礼貌，这么小气吗？老娘我不是他的女人，你再乱说一句，老娘撕烂你的臭嘴！姑娘，你别生气，陆瑶与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她说话没有分寸，自以为是惯了，你不用理。我自是不会与他一般计较，但他太吵了，要么让他离开，要么你们都离开，别打扰我的雅兴。陆瑶，你去旁边桌吧。元阳弟子找我有事，又不是你找我有事。你要是想等元阳弟子，你就在旁边桌等着吧。你确定让我去隔壁桌？若是如此，以后你我连朋友都不必做了。这么一点小事情你就以绝交来威胁，没想到你是这样小气的女人。以前是我看错你，你别以为威胁就有用，老子不吃这一套。姑娘这下满意了吧？还行吧。魏某现在有没有资格知道姑娘的芳名呢？我叫清酒。姑娘的芳名真是清新脱俗，一如姑娘的人一样，醉香迷人呢。清酒姑娘是孔雀族人？没错。弟子先前不是说找我有事吗？不知道现在方不方便说？此事还是回了城主府，再与魏兄与城主大人详谈吧。清酒姑娘，这就要走了？我是元阳弟子，清酒姑娘，幸会。弟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女人是我先看上的。本弟子对她也有兴趣，你我可以公平竞争。弟子，你对那个女人感兴趣，那我呢？本弟子是千星妖帝口中最有希望晋升为仙帝之人。你认为本弟子会娶一个血统低下的女人当先后吗？清酒姑娘对吧？少城主交代过了，若是姑娘来住店，一定要给您安排一间最好的上房。魏峰怎会知道我会来你这儿？肯定是因为少城主派人给所有的客栈老板都说了一声，让我们好接待姑娘。无论是哪一间客栈，一定会给姑娘最好的房间。这套路，哄哄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还差不多。掌柜的，我休息时不许任何人打扰，包括魏峰。若是魏峰找来，劳烦你转告一声，不要惹我生气才好。我会转告的。看来白泽失宠了，现在小柔儿的新宠是小金龙了，对吧？是啊，我只小金龙和妹妹玩的可欢了，空间里整天鸡飞狗跳。那他们一天吃多少玄灵石？100颗吧。一天一共吃100颗吗？那还算能接受。是一只小金龙一天吃100颗，娘亲。什么？这5只小金龙这么小，竟然就这么能吃了？要不了多久，你们的娘亲又要变成穷光蛋了。那就让他们节食吧。柔儿，叫娘亲，叫哥哥，那叫爹爹。爸爸，爸爸。皇叔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娘亲，你在想爹爹吗？是啊，娘亲现在很想你爹爹，不知道你爹爹现在怎么样了。你爹爹前世是大人物，娘亲在想，他会不会多了前世的记忆后，把我们忘了？不会的，娘亲，爹爹现在一定也在想你，想我和妹妹，就像我们思念他一样思念着我们。爹爹就算多出了前世的记忆，他也是我和妹妹的亲爹。娘亲逗你呢，娘亲比谁都了解你爹爹。娘亲相信，你爹爹对我们娘仨的心，永生永世都不会变。若是这点信心都没有，娘亲当初也不会爱上你爹爹呀。寻神药，勿念。莫深他去神域佛门了。神域雪山现在局势动荡，十分危险。不行，我得派几个人过去。派什么派？他能破解我留下的印记，就说明他的修为已经恢复到了仙尊境界。这孽子根本用不上你的人，老子不让他往外跑是为他好，
他倒好，自己一声不吭的就溜出去了，真是和以前一样叛逆。莫深这是有主见，不喜欢被我们安排。既然他已经恢复到了仙尊境界，咱们也就别管他了，让他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你别忘了，那3个老东西对他一直有意见。莫深既然恢复到了仙尊境界，肯定有足够的自保之力，你用不着太担心。谁担心那个逆子了？这么大的人了，连个子嗣都没有，他要是生个儿子，你看我还有没有闲心搭理他？弟子，我们奉命行事，一切都得按照妖帝定下的规矩，所以还请您出示一下身份令牌。自然不会让你们为难。多谢七瑶弟子配合，您请进吧。辛苦了，拿去分给你的兄弟们吧。听说七瑶弟子为人最大方了，你快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。七瑶弟子虽然比起元阳弟子来气运差了一点，但是为人是没得说的。我见过元阳弟子一次，他根本不用眼睛看人的。大家拿去分了，下回要是再见了七瑶弟子，咱们的态度还得更恭敬点儿。清酒姑娘，有事？清酒姑娘，你可否愿意陪本弟子游湖一日？没空。看来弟子是真的要与魏某争了。本弟子说过，本弟子对他很感兴趣，魏兄还是知难而退吧。当初你抢走路遥我没说什么，现在你又要跟我争女人，你别忘了，乾坤城这些年为你提供了多少资源。如果你想威胁本弟子，还嫩了点。你想抽走这些资源，不如去问问令尊的意思。无知至爱，年转10万佛塔，寻遍9天10地，只为一缕你的气息。吾不信天地，不拜鬼神，但唯独你，吾希望有来生。不行的，不行的，皇叔，你在哪儿？我快要想起神魂深处关于另一个男人的记忆了，你怎么还不来找我？清酒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滚开！那我不说话了，你别哭了。魏某带你去个地方，保证你能够忘掉伤心事。去哪儿？这几片残片怎么卖？你要是喜欢，就全都拿去吧。这些全是小的在无尽死海里捡到的，据说那里是冥王陨落的地点，说不定这些东西全都是冥王留下的。冥王的东西，冥王是收破烂的不成？清酒姑娘，魏某看他不过是在瞎诌罢了。当年老神皇杀死冥王之后，为了避免冥王那个怪胎又起死回生，不仅将他神魂俱灭，就连冥王的身体也已经被3大仙帝烧成了灰烬，不可能有什么物品遗留下来的。是，少城主说的是，小的也是听别人瞎说的。不过这些东西的确是小人在无尽死海里挖出来的。这位姑娘若是喜欢这些不值钱的小东西，就送给姑娘玩吧。清酒姑娘感兴趣就收下吧，只是别脏了姑娘细腻柔软的手就好。我像是出不起这点玄灵石的人吗？不像。姑娘别生气，走了这么久，肯定饿了。本公子带你去吃乾坤城最美味的菜肴，保证你吃了之后还想吃。吃鲜瘦肉吗？好啊。掌柜的，带我们去雅间。少城主来了，真是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您快请。等等，我想坐在大厅，还能看看外面的景象。那就坐大厅。清酒姑娘想吃点什么？一点你觉得美味的就行。这3只小仙默默兽竟然还活着，
刚出生的仙墨墨兽最美味了，怎么做着吃呢？不如清蒸吧。吵死了，都干什么吃的？吵得最厉害的不知道先杀了，都别磨叽了，先把少城主的菜准备好，做好之后把这个撒上去，再端出来。是。少城主又带女人来了，上一回那个女人可真漂亮。上回那个女人和少城主半推半就，在雅间里玩了一整天。这回的女人不知长什么样。都闭嘴吧，快点干活。清酒姑娘，怎么在发呆？我方才听有伙计说，你上回带了个女人过来。带女人不是很正常吗？怎么，清酒姑娘吃醋了？别说这么恶心的话，听了反胃。伙计说，你上回还给那个女人下药了，没想到堂堂乾坤城的少城主，竟然也会做出这等禽兽的行径呢！胡说！是哪个伙计敢胡乱诽谤本公子？你告诉本公子，刚才是谁瞎说的？喏，就是他。少城主，小的知错了，小的以后再也不敢犯了，再也不敢背后妄自议论您了，您就饶了小的吧。而且不止小的说您，后面的几个厨师也非议过您了，您大人大量，饶过小的这一次吧。胆敢诽谤本公子，真是狗胆包天！听说你们在背后非议本公子，全都该死！少城主饶命啊！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元阳弟子，心魂不散。清酒姑娘，我们走。元阳弟子，他跟我出了吃饭，你就这样将他带走，恐怕不太好吧？你带清酒姑娘过来做什么禽兽的事情，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若是说的太直白，你面上也不好看。本弟子现在警告你，不要再纠缠清酒姑娘了。老子就是带她过来吃饭，老子做了什么禽兽的事？老子看你才是心怀不轨，亏老子把你当兄弟，你跟老子抢女人，你不就是运气好，出生是有大运降临而已。你别忘了，你的父母不过是金蝉城的2个乞丐。小小蝼蚁也敢侮辱本弟子，你真是活腻了！小小蝼蚁也敢侮辱本弟子，你真是活腻了！跪下，自己张嘴100下，本弟子可以饶你一条狗命。不下跪如何？不张嘴又如何？这里是乾坤城，你别太嚣张。你也是仙王境，难道你今天还能在这杀我不成？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就不怪本弟子没有给你认错的机会。这元阳弟子果真不简单。先前本弟子给过你跪下掌嘴的机会，你没有珍惜。现在你想跪，本弟子也不会饶过你。大言不惭！废物就是废物，本弟子要杀你易如反掌。下辈子管好自己的嘴巴。弟子手下留情。弟子还请手下留情。父亲，岳阳弟子他废了我的腿，要替我报仇啊！闭嘴！魏城主，不是本弟子不手下留情，是你儿子不知天高地厚。是，我一定将他带回去，好好教育他。还请元阳弟子看在这些年的交情上，放他一马。看在城主的面子上，本弟子可以放他一马。
但今后本弟子不希望乾坤城的继承人是这样一个满口喷粪的废物。弟子说的是。清酒姑娘，我们走吧。等等，魏城主这是何意？我是看这位姑娘有些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一时激动了。小女子这还是第一次来乾坤城，今日也是第一次见到魏城主。魏城主只怕是认错人了。那也许是本城主认错了吧。魏城主还有何事？没有，弟子您与这位姑娘先走，不久后我会亲自去给弟子赔罪。你真是有出息啊！为了女人与元阳弟子对上，老子这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窝囊废。我感觉我好像上当了。爹，这个清酒姑娘好像有问题。她之前不知道和元阳弟子说了什么，元阳弟子对我充满了敌意。我觉得她是在故意挑拨我和元阳弟子。看来你废了一条腿，脑子倒是开光了。你今天见过申雄申城主了吧？和申城主有什么关系？魏峰，你过来做什么？滚！本公子现在谁也不见。是魏伯父让我来看你的。魏伯父说他有个计划，让我告诉你听。什么计划？你快说。魏伯父的计划是让我假装答应成为你的未婚妻，明天办理一场盛大的订婚宴，到时候元阳弟子一定会来，让他把那个叫清酒姑娘带着。我想他不会不卖魏伯父的面子，到时候我们再让申元城的申雄来指认他，揭开他易容下的真面目。等元阳弟子见到了他的真面目，即使不用我们说，元阳弟子也不会保他了。那时就是你报仇雪恨之时。哼，当我是傻子吗？这场鸿门宴不止1、2个先王。儿子，你给娘亲捋一捋。娘亲，肯定是申雄暴露了您。您上回在申元城卖丹药时，有伙计见过您。您这么有气质，一双眼睛又这么漂亮，伙计只要还原出您的眼睛，申雄就能通过您的眼睛找到你。魏远山应该是看到您的画像，所以一眼就把您认出来了。魏远山邀请您参加魏峰和陆瑶的订婚宴，肯定就是想在婚宴上揭穿你的身份，因为他们认为元阳弟子是你的保护伞，只有揭穿了你的真面目，他们才能对你下手。他们一定认为娘亲你的身份很普通，或者模样很难看，要让元阳弟子感受到了欺骗。但是如果元阳弟子觉得他们没有受到欺骗，那就没有人动娘亲了。娘亲，你不去就显得太怂了，而且元阳弟子也会生疑，反而处境会不好的。反正你都来了乾坤城一趟，以娘亲的风格，肯定不会愿意当缩头乌龟的。他们既然敢设下鸿门宴，娘亲你就去坑死他们。娘亲你到时候就去给元阳弟子的酒杯里下毒，然后栽赃嫁祸给城主府，让元阳弟子和城主府狗咬狗去。西西，你学坏了。不过你这个主意非常好。元阳弟子废了魏峰的腿，如果中毒了，一定会怀疑是魏远山给他儿子报仇，不会怀疑到我身上。儿子真是聪明，都快赶上娘亲一半了。但娘亲还得考虑一下，毕竟元阳弟子没有伤害过我，我与他无冤无仇，这么害他，良心上过意不去。清酒姑娘，弟子有什么事吗？魏城主邀请本弟子参加魏峰与陆瑶的订婚宴，听说他也邀请了姑娘，不知明日姑娘去否？我与城主府非亲非故，为何要去？姑娘难道不好奇魏峰为何与陆瑶这么快速订婚吗？那弟子觉得是什么原因？大概和你我有关，要么是针对，要么是针对本弟子。姑娘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元阳弟子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清酒姑娘不明白没有关系，记住，明日别忘了陪本弟子一同去城主府。娘亲，他刚才在威胁你。是的，他在威胁我。会不会是因为元阳弟子也想利用你？利用我什么？他也许想得到更多的资源。是啊，很有可能。娘亲，那你是去还是不去啊？去，当然要去。一个个都当你娘亲是面团捏的，利用我，
到时候还不知道谁利用谁。清酒姑娘真是聪明人，自是不如元阳弟子的。本弟子喜欢与聪明人打交道。等这桩事了，本弟子要带你回金蝉城去。你想带老娘走，就能带走老娘？怎么定，星爷？陆瑶小姐都不穿红衣裳啊？是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今日并非犬子和陆瑶的定亲之宴，本城主之所以宴请宾客，是因为这样才能将一个恶贯满盈的女灵修引入瓮中。此女十分危险，曾在紫阳山脉的丹霞谷里杀了几十名妖修，然后毁尸灭迹，易容后逃之夭夭。但她依然死不悔改，到了深元城后继续作恶，杀死问心阁老掌柜和一个供奉，有易容城他们，获取大量的玄灵石。接着他又来到了乾坤城，伪装成孔雀族人，易容成绝世美人，挑拨犬子与元阳弟子的关系，想让乾坤城与元阳弟子反目成仇。清酒姑娘，本城主说的没错吧？你沉默是没有用的，你欺骗了这么多人，还害得弟子与魏峰反目成仇。今天你其罪当诛。我可没有欺骗谁，你说话光凭一张嘴有什么用？你得拿出证据来。我就知道你这娘们不会承认。来人，让神雄过来。弟子，你也看到了，这个女人脸皮厚到刀枪不入，到这个时候还死不悔改。沈某拜见城主大人，拜见元阳弟子。这个女人你认识吗？当然认识，她这双眼睛就算是化成了灰，沈某也认识。我儿去紫阳山脉丹霞谷去采集仙药种子，谁料被这个女人杀死在谷中，连同几十条人命一起被毁尸灭迹。你敢说这不是你的所作所为吗？对啊，你儿子申周义就是我杀的，而且我就是用这个异火将你儿子毁尸灭迹的。胆大包天！你该死！你承认了，那就给我儿偿命！我承认杀死他就得偿命，我杀他是因为他罪该万死，活该被挫骨扬灰。他死了，妖界就少了一个渣渣，我为妖界做贡献。孽畜，你简直是个畜生！我儿何其无辜，你却说他活该被挫骨扬灰。我看该被挫骨扬灰的人是你才是。哼，你儿子无辜，真是笑话。你看了这些，你就不会觉得你儿子无辜了。不能杀他，你们是不知道这个小妞有多漂亮，即便是乾坤城的第一美人，也没有她一半容颜的颜色。今天本公子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她，本公子玩厌了，你们可以继续玩。有这样一个儿子，你会觉得你家列祖列宗的脸都被丢光了。当然，如果你不觉得羞耻，可能你和你儿子一样，也是个渣渣。申城主觉得你儿子该不该死啊？这一定是你勾引我儿。就你儿子长得那个丑德行，长得跟个病痨一样，我会勾引他？你当姑奶奶眼睛是瞎的吗？清酒姑娘，你自己长什么模样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你以为你易容成了绝世美人，就真是绝世美人了不成？你用一张绝世假脸骗老子，老子为了你和元阳弟子都闹翻了，还废了一条腿。老子今天要让你连本带利的还回来。骗你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是你自己对姑奶奶我死缠烂打，还想对姑奶奶下药。如果是姑奶奶出手，你断掉的就不是腿，而是命根子了。看老子今天不撕了你这张烂嘴！等等，魏凤，他不过是牙尖嘴利罢了，你没有必要为这种人动怒。只要让他现出原形，他肯定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，不过就是仗着这张脸为所欲为。好，陆锦基有什么办法让我现出什么所谓的原形？你喊本小姐什么？
原来陆小姐耳朵不好使，我喊你陆锦姬，陆锦姬，陆锦姬，怎么样？听明白了吗？还要我多喊几次吗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本来就是锦姬族，我叫你陆锦姬怎么了？我要杀了你！清酒姑娘不过说了你几句，你必要杀人？你做人的气度呢？弟子，他在侮辱我！太好笑了，喊你陆锦姬就是侮辱你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锦姬族的身份可是侮辱你喽？不知被你的祖宗听到，会不会从棺材板里跳出来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本小姐不想与你逞口舌之力，与你说话只会拉低本小姐的身份。你以为你血统就高贵吗？你只是用了强大的障眼法，把我们所有人都骗了。你根本就不是孔雀族，本小姐有办法揭开你的伪装。弟子，你不要被他的外表所哄骗了，他根本就不是长这样。我这里有一颗仙丹，乃是2品洗竹丹，能够冲刷出人体中所有的污浊，也能让他现出原形。弟子，你刚才也听到了，这个清酒姑娘已经承认了她杀人毁尸，谁也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。她现在贸然出现在乾坤城，谁也不知道她有什么目的。为了避免她再行恶，必须要让她露出真面目。清酒姑娘，对于这些误会你怎么看？你们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说你们的姑奶奶我没有高贵的血统，也没有眼下的容貌，以容貌和血统来判断我是不是作恶。当然，你说我儿要监狱你，如果你露出本来的面目，我儿会看得上你吗？你故意以这样的容貌去勾引我儿犯错，将过错全都推到我儿身上。申城主的意思是我长得美都有错咯？长得美就是故意勾引你儿子，那我还说你长得丑是勾引我来杀你呢。你这是狡辩！你有本事就吃了这颗仙丹再说话。陆锦姬，如果我吃了这颗仙丹，不仅没变丑，反而更美了，你准备怎么给我赔礼道歉？你若还能变美，本小姐就跟你跪下磕头。很好，这里有这么多人在场，正好能做个见证。待会儿就让陆锦姬给我跪下磕头，也不用磕太多，500个头就够了。只要你能变美，还有血脉是真的高贵，本小姐给你跪下磕1000个头。行，这丹药我可以吃，不过那你们呢？如何给我赔礼道歉啊？你还想我给你赔礼道歉？老子的腿就是因为你才废掉的。蠢货，你搞清楚，你的腿是元阳弟子用神器给你废掉的，是你骂了元阳弟子是乞丐养的，激怒了他。你不敢找元阳弟子的麻烦，把仇恨都推到我身上，真不愧是个懦夫。不过脖子也没什么，不就是走路难看点吗？这臭娘们儿，老子发誓要将你的嘴给撕烂，给老子等着。那我等着呢。清酒姑娘，你要怎么样？我不要怎么样，我只要你们的赔礼道歉。如果我的血统高贵，容貌更美，那你们就把乾坤城当做赔礼送给我吧。我没有要你们的命，这个要求不高吧？那如果你输了呢？那就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好，老夫跟你赌。赌什么？七曜弟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本弟子来不得？魏某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您大驾光临，魏某若是提前得知，一定前去迎接。迎接就不必了。你们刚才在赌什么？本弟子也与你们赌2把。好一个闭月羞花的美人啊！本弟子看上了。以后你跟着本弟子吃香的喝辣的，你意下如何？大胆，快松口！七曜弟子岂是你能下口的？本弟子就喜欢给他咬，咬不够，本弟子还有另外一只手给他咬。臭皇叔，坏皇叔！七曜弟子，你不要被他的表现给欺骗了，他其实奇丑无比。本弟子看你才是奇丑无比，一只野鸡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
话说还是这么坏，野鸡比他喊的陆锦鸡有威力多了。七曜弟子，刚才我们打了一个赌，我们认为您怀里的这位姑娘易了容，还故意伪装成孔雀族这种高贵血脉，欺骗世人。她已经答应了我们吃下2品洗濯丹了，您要是有兴趣，也可以加入进来。哦，听起来很有趣啊。那她赢了如何？输了又如何？她要是赢了，老夫把整个乾坤城拱手让给她，路遥也会给她跪下磕1000个响头，给她赔礼道歉。她要是输了，那就要杀要剐，听我们安排。哼，有趣，本弟子很感兴趣。那本弟子就赌他赢，要是他赢不了，本弟子把本命神器送给你们；要是他赢了，你们把人头留下。你们觉得意下如何？七曜弟子，我们并不是故意在针对这位姑娘，而是她无恶不作，杀了几十人还毁尸灭迹，现在又伪装成绝世美人招摇撞骗，她拒不承认错误，我们才打这个赌。七曜弟子，你不要被她的外貌所骗了，她内心其实极为恶毒，您才刚认识她，还不了解她，她故意钻入您的怀中，只是为了寻求您的帮助而已。等她一脱险，她会立马翻脸不认人。你的意思是，本弟子不够有魅力，只配被他利用，然后被他无情抛弃？犬子不是这个意思，犬子的意思是说，您怀里的这个女人居心不良，希望您不要被骗。你们这是在质疑本弟子的眼光。本弟子一眼看上的女人，岂容你们智慧？千仞宝剑，本弟子就放在这里，要是输了，你们拿去。元阳，你也赌一把吧。好啊，本弟子也来赌一把，就赌黄天神矛，不过我赌他输。小美人儿，待会儿本帝就把黄天神矛和乾坤城给你当见面礼，人头给你当球体，你喜欢不喜欢？喜欢啊，当然喜欢。陆锦鸡，哦不，陆野鸡，仙丹呢？本小姐都要看你还能嘚瑟多久，待会儿让你想哭都哭不出来。七曜弟子，你难不成想反悔不成？本弟子的女人入口的丹药岂能经过别人的增手？弟子，你这颗会不会是假丹药？蠢货，弟子的丹药怎么会是假的？大家先看看这颗2品仙丹到底是真是假，却待会儿了又不承认。七曜弟子拿出来的丹药当然是真的。你不要再拖延时间了，赶紧吃吧。七曜弟子，你说要是待会儿他们不认账怎么办？有道理，那就都对天道发个毒誓吧。七曜，你这样就没意思了。我怎么没意思了？你到底是想赌还是不想赌？如果输不起，就趁早退出，不要丢人现眼了。本弟子看你是输不起吧？你连天道毒誓都不敢发，不是输不起又是什么？你的黄天神矛我今日赢定了，你就算不发誓，这柄矛也会是本弟子的。本弟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七曜你大可放心。不过本弟子认为，你的千仞宝戟将马上不属于你，你到时可不要赖账哦。不要赖账的是你。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不快点发天道毒誓，还想让本弟子教你们吗？我不发，你不发誓我就不吃，反正我也不是很想吃。不过是天道毒誓而已，魏某发就发。真是有意思，来乾坤城一趟还能白得一座乾坤城，还能把城主少城主的脑袋当球体，没想到天底下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儿。怎么可能？你们都输了，而本弟子得了一位绝世美人，还得了一件神器。哈哈哈！不对，现在只看出了他的真实容貌，还没有看他的血统。对，还没有看到他的血统，他绝对不可能是孔雀族。没错，
我们还没有说。你们才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美人儿，你让他们死个明白。好啊，那你待会儿奖励我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，本弟子就会给你什么。天上的星星都摘给你。我不要什么星星，我只要你陪我。我以后会陪着你。以后，意思就是现在不能陪他。难道这一次见面，他们还不能在一起吗？心烦。说我血统低下，你们配吗？符号血脉，去死吧！你竟然晋升到了仙尊境，齐瑶，你隐藏的够深的。是你太差劲，卡在这个境界几百年了还没动静，而本弟子大气运傍身，在灵界得到的机遇，如今已经轻而易举的能将你踩在了脚底下。元阳，你输了，自己斩断与黄天神矛的本命联系，别让本弟子帮你。一把神器而已，本弟子无所谓。以本弟子的气运，以后多的是机会获得，而你连赌都赌不起，只会被妖界唾弃，当成笑话。所以为了你的名声，本弟子亲自帮你履行赌约。不用你动手，今日之耻，本弟子牢记在心。总有一天，本弟子会让你连本带利吐出来的。你虽然赢了，但乾坤城可不能归你，因为本弟子已经令人拿下乾坤城。本弟子不欢迎你，立即给本弟子滚出乾坤城。真是抱歉呐，他们已经转投本弟子了，没有人替你拿下乾坤城，所以该滚出乾坤城的人是你。好你个七瑶，七瑶，你得意不了多久，你以前是本弟子的手下败将，将来也一定是。好啊，本弟子等着。清酒姑娘，跟本弟子走，本弟子比他更适合。元阳弟子，你看你长得不如他，修为也不如他，魅力不如他，连魄力也不如，你哪点值得本姑娘跟你走？你当我眼睛是瞎的吗？本弟子会让你有后悔的一天。饶了我，七瑶弟子，饶了我吧，我是无辜的，这不关我的事儿啊。本弟子让你出声了吗？七瑶弟子，其实我早已对您心怀爱慕，我一直留着处子之身，就是为了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您。我可以给您做小，尊清酒姑娘为姐姐，您就收了我吧，就算是给您暖床，瑶瑶也心甘情愿。陆瑶，我没想到你这么下贱。我哪里下贱？我早就爱慕七瑶弟子，为了爱情，我甘愿委身于他。跪好，磕1000个响头，本弟子在考虑留不留下你的性命。我错了，七瑶弟子，我错了。你应该对谁磕头？我错了，我磕头认错，您大人大量，饶了我吧。双儿，你想如何处置他？让我想想。他爹让我吐了一口血，既然他爹这么便宜就死了，那就父债子偿，让他把血流干吧。你受伤了？我没事了，你知道的，我肉身强大，一点伤势很快就已经愈合了，你别担心。放了我！你们想要活命，就每个人去他身上划一刀，什么时候把他的血放干，本弟子再考虑要不要放你们离开。你们敢？老子是小城主，你们不想活了？这不是申城主吗？我说刚才怎么不见你的人，原来你藏在人群里呀。姑娘饶命，姑娘饶命！犬子是死有余过，小的再也不提为他报仇的话。姑娘饶了小的一条贱命。
几炷香之前，申城主可不是这样说的。你不是说我罪大恶极，要将我挫骨扬灰，为你而偿命吗？怎么，现在不想替你儿子报仇了？不报仇了，姑奶奶，求你饶了我，是我儿罪该万死，我不报仇了。真是软骨头，你要是拼命也要为你儿子报仇，说不定我还会高看你一眼。双儿，别脏了你的手，为夫来。弟子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您就放了我吧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您和清九姑娘的面前。好啊，你死了就不会再出现在我们面前了。弟子，魏峰的血放干了，您看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不是七友弟子。龙一、龙二，解决掉。龙一和龙二也飞升了，这么快？为夫待会儿给你解释。双儿，你让我亲一会儿，我想你想得快要发疯了。我也想你了，很小很小。双儿乖，莫哭，我会心疼的。双儿，我的好双儿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忧，让你委屈了，是我的错。我发誓要保护你，保护我们的孩子，可我却没能做到。不怪你，皇叔，是我们还不够强大。是我不够强大，不能保护你们母子三人。但相信我，双儿，我会让整个仙界臣服在你我脚下，让任何人都无法伤害你和我们的孩子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双儿，你好甜啊！放开我！你不许转移话题，快回答我。双儿，我是你的夫君。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。你不说算了，我自己也能找到答案。我已经知道你是200多年前去苍冥大陆神族秘境中那个人了。你就算现在瞒着我，我也一定能查出你的身份。为夫不是不想告诉你，我只是不想让你背负太多。双儿，乖，你不用知道这些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，你都是我最爱的女人就够了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这些日子过得好不好？还可以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走后，我把小柔儿生了出来。她出生那天，你给我栽种的曼珠沙华全部开了。她才那么丁点儿大，就知道哄你开心了呢。你说她惹不惹人爱？她长得很像我，嘴巴长得像你，你肯定会喜欢她。不过现在长大了些，天天啊像个会试小魔王一样，弄得鸡飞狗跳的。还有咱们的儿子西西，他现在很沉稳，很聪明，也很努力的修炼。等你见了他，一定要好好夸夸他。娘亲，事情解决了吗？元阳弟子有没有伤害到你？爹爹，爹爹，这是妹妹，妹妹很乖很听话，妹妹她肯定很喜欢你的。这是咱们爹爹，妹妹，你快叫一声爹爹。阿斗，阿斗，阿斗。妹妹，这是爹爹，你不能对爹爹这样哦。小柔啊，这是爹爹呀。在你还没出生之前，还在娘亲肚子里的时候，你爹爹每天都会给你讲故事，对你说说话。你爹爹呀，是这世界上和娘亲哥哥一样最爱你的人。小柔儿，让爹爹抱一抱，好不好？皇叔，你再多和小柔儿说几句，她好像记得你的声音。小柔儿，爹爹记得你最喜欢听故事了，每次听故事的时候都是你最安静的时候。你还最喜欢爹爹的摇篮曲，爹爹哼一段给你听好不好？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。爹爹可从来都没有给我哼过摇篮曲，不过爹爹你五音不全吧？我开玩笑的，爹爹真是天籁之音呐。那是啊，你妹妹一听就能睡着，不是天籁之音是什么？说不定妹妹是听不下去了，才用睡觉来保护自己的耳朵。
爹爹，你坐着吧，妹妹很重的，要不然给我抱吧。你是觉得爹爹的力气还不如你吗？爹爹，儿子不是故意想跟你作对，我只是太开心了，总感觉现在好像在做梦一样。西西，爹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。双儿，你被传送到冥界了吗？这么长时间，你都在冥界？不过你放心，我在冥界很好，我修炼了鬼修的功法，如今是鬼修城外36城之主，所有的鬼修都对我很崇敬，将我当成鬼修的希望。我其实挺心虚的，毕竟我根本就不是鬼修，是为了冥界站住脚步才假扮成鬼修，博取了他们的信任。不过我不会抛弃他们，是他们的支持让我越来越强大。双儿不用妄自菲薄，你值得他们的尊重。你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？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，我当时是有私心的。你一定可以带领他们走向强盛。九头鸟还活着？爹爹，你个小臭柔儿，娘亲叫你那么多遍，你都不喊，感情你是装的，非要等你爹爹出现了你才开口。天天陪着妹妹，妹妹都不叫哥哥。爹爹，屁屁疼，娘亲坏坏。臭丫头，都知道告状了。爹爹给小柔儿揉揉，揉揉就不疼了。不疼了，娘亲，小柔儿原谅你了，你以后不能打人家的屁屁哦。那哥哥呢？小柔儿最爱哥哥了，嘿嘿。爹爹，我先带妹妹去睡觉了。双儿，良宵苦短，我们可要抓紧。皇叔，你正经点儿。我忍了1天了，早就忍耐不住了。有孩子在，我想偷一口香都偷不到。你忍心憋死为夫？双儿，地府的那只九头鸟还活着？你是说冥王的那只九头鸟坐骑吗？它早就死了，不过它全身精血化成了一颗全新的九头鸟蛋。后来这颗蛋里的小九头鸟破壳而出，阴差阳错认了我为主。它本来是要认冥界公主为主的，可惜冥界公主早已魂飞魄散，就被我捡了个便宜。双儿，你再给我仔细说说你在冥界发生的事情吧。敖古前辈放在我这的5只小金龙也孵化了出来，他们可能吃了，加上小九头鸟和小凤凰，都快把我吃穷了。你找到敖古前辈了吗？那还有你的外祖父母呢？都找到了，他们都在灵界，你不用担心。他们很挂念你，一直在寻找你。这次是5只小金龙出世，让敖古前辈推算到了你的位置，我才能找到你。他们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那你们找到小千叶了吗？千叶他的仇人应该是魔界的北玄仙帝，他不在灵界，大概是去了魔界吧。魔界会很危险吧？放心，龙三去了魔界本是为了寻你，我会让他留下来找到千叶并帮助他。那敖古前辈已经买通了小千世界的仙界戒烟石，等玉衡他们飞升上仙界，我们第一时间就能找到他们，所以双儿什么都不用担心。但是皇叔，你也不能让我担心，你就算不想告诉我一些事情，也不能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。七曜弟子的身份并不好伪装，到时候千星仙帝如果要召见你，肯定会露馅的。双儿放心，我会注意自己的安危，有你和儿子女儿在，我怎么会舍得把自己陷入危险之中呢？夫妻本是一体，本就该有难同当，你这样故意什么都不让我知道，只会让我更加担心，更会胡思乱想。双儿，别问了，等时机到了，你不问，我都会主动告诉你。好吧，我等你告诉我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我和孩子？对不起，双儿。我不跟你闹脾气了，皇叔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不要让我担心你。你快穿衣服。怎么了？要去哪儿？
主人，主公。我去，就剩这么点玄灵石了。你们吃吧，吃到撑为止。这段日子都随便吃，算是我给你们的奖励。小青龙呢？你想小青龙了？小青龙在老金龙那里。过一段时间，我让他把小青龙带回来。切，谁想他了？小爷我不过就是问问而已。皇叔，你跟我过来这边。这是西王母宫殿里边的那块神药田。当初我把神药田都移到了空间里，但是你也知道，这些神药不全都落了种子，全部枯萎了，后来也一直没有发芽。但是就在最近这段时间，神药缓缓萌发了嫩芽，现在有一小部分已经成熟了。双儿，你知道吗？整个仙界只有神域雪山才能生长出神药，而且神药都是一株一株离得很远，想要找到一株神药十分不易。你这里的神药却比整个神域的神药都多，要是让那些秃驴知道，得气死他们。这些神药切不可告诉任何人。自然啊，你坐下，我来给你疗伤。你看出来了？我是神医，你忘了？你神魂受损，我当然看得出来。当年你的腿还是我治好的呢。对，双儿最厉害。好啦，10几双眼睛看着呢。你神魂受损会影响进阶，以后可不能办傻事了。找你怎么会是傻事？这是我做的最庆幸的事，能和你多一世的记忆，能与你再次相知相爱，我如何不庆幸？我下次不会再让自己神魂受损了，我向双儿保证，好不好？哼，这还差不多。主人，白泽醒了。他终于醒了，我去看看。大主人，看来你这次沉睡得到的收获不小。我觉醒了一个神通，不过不能用来战斗。就算不能用来战斗，那也是神通。你能觉醒神通就已经非常厉害了。我觉醒的神通是可以看透真假，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。看透真假？面对人的话，我可以看穿他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，相当于读心术。面对物的话，我可以分辨出他是真货还是假货。哇，这个能力厉害了。小白泽，你这个能力真的很不错，用处非常大。我以后若是想要提拔人才，就可以让你帮我看看，这个人对我是真忠心呢，还是假忠心呢？大主人觉得有用就好，我还以为这个神通很鸡肋呢。有用，很有用。小白泽，你真棒，等回到了冥界，我天天给你抓魔婴给你吃。大主人觉得有用就好。哎，小主人呢？小柔儿在外面的世界，现在还在睡觉呢。大主人，我闻到了生人的气息，是有人进来了吗？是我夫君，是你小主人的爹爹。看见了吗？那个英俊的惨绝人寰的背影，就是你大主人我的夫君。那不就是一个高大挺拔了一点的男人背影吗？哪里看得出英俊的惨绝人寰呀？话说，看来你的神魂已经彻底恢复好了。是，已经恢复好了。双儿出手，自然是妙手回春。大主公，你就是千星仙帝最近寻找的神兽白泽吧？没事儿的，他不会伤害你，他以后会和我一样帮你报仇雪恨的。真的吗？你是我女儿的本命神兽，你的仇我们会帮你报，你不必畏缩害怕，总有一日你能亲眼看见千星仙帝的死亡。可是千星仙帝太强大了，我男人已经进入了仙尊境界，离仙帝还远吗？小白泽，自信点，说不定有朝一日你还能给千星仙帝补上一刀呢。这方空间能让你不被千星仙帝发现，所以你不能离开空间，否则会引来灭顶之灾。你要记住。你别吓他了，他还是个没成年的幼崽呢。对了，皇叔，小白泽觉醒了一种可以辨别真假的神通，特别有用。很好。我们现在出去吗？不知道小柔儿醒了没有？等等，双儿，你把戒指给我，我重新炼制。能修好吗？能修好。能修好就行。
双儿，为父给你戴上。真好，以后我就不用一直担心皇叔你了。这对戒指还多了一个功能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要分别才能看出不同，我宁愿一辈子看不出来。不会太久的，双儿。有爹爹。小柔儿醒了，在喊爹爹呢。有爹爹。妹妹，爹爹和娘亲还在睡觉觉，他们好久都没有见面了，你不能打扰爹爹和娘亲哦。小柔儿醒了。娘亲。娘亲。爹爹，爹爹抱抱。哎，娘亲抱。小柔儿，你记住了，爹爹是娘亲的。小柔儿的。爹爹是小柔儿的。那你问你爹爹。你娘亲说的对，爹爹是娘亲的。那谁是小柔儿的？小白泽是你的啊，哥哥也是你的。好吧。小柔儿，娘亲呢，把爹爹借给你用一用，一切都还给娘亲啊。娘亲真好。娘亲，小柔儿会把爹爹还给娘亲的。小柔儿下回把哥哥借给娘亲用。皇叔，你少给他夹那么多，小女孩太胖就不可爱了。我们小柔儿再胖的好看。好吧，吃吧吃吧，等她以后嫁不出去，你这个老父亲就知道着急了。以后不知多少男儿被我们小柔儿迷倒，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啊？不过小柔儿是我们的宝贝闺女，她将来的夫君必须要由我来给她把关。妹妹如果嫁不出去，我养着妹妹，我可以给妹妹比武招亲。好呀好呀。还比武招亲，这么土爆了的想法，也不知道儿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。要是妹妹都不满意，我就1年365天，天天办比武招亲，肯定有妹妹看得上。不行，愿意参加比武招亲的男人一定没什么志向，不知根知底的人不能要。那到时候就把世上和妹妹年纪差不多的天才都抓过来，让妹妹自己从中间挑一个。唉，有了小柔儿，我这个老母亲啊，就被某些人彻底的忽略了，伤心呢。双儿吃小柔儿的醋了，来，莫醋，为父给你布菜。美貌倾城的娘亲，请您喝汤。娘亲吃。谢谢皇叔，谢谢宝贝儿子，谢谢宝贝女儿。娘亲，为什么爹爹是皇叔呀？因为爹爹以前是王爷。王爷是什么？王爷就是一个国家的王爵。爹爹以前是九霄大陆校月王朝的异姓王。异姓王的意思是，爹爹和这个国家的皇帝没有血缘关系，是老皇帝封下的王爵。所以娘亲叫爹爹为皇叔。妹妹听懂了吗？等会儿爹校验你的修为。好。娘亲，你把爹爹再借给小柔儿一会吧。好吧，娘亲就把你爹爹再借你一会儿。娘亲真好，小柔儿最喜欢娘亲了。主母，这些是乾坤城城主府的财产和资源，这些是附属城池缴纳上来的玄灵石。主子让属下把这些都交给您。威远山名下有一块可称的上品玄灵石脉，每年能产出100万枚上品玄灵石，还有很多仙药和几座能采摘极品炼器山的矿山，还有下面城池的校井，每年的收入数以亿计。威远山即使每年给元阳弟子提供不菲的资源，也能留下不少。您看到的这些是威远山积累了上千年的财富。很好，西西，你根基稳固，步途冒进，每一步都是稳扎稳打，还能有这般修为，爹很欣慰。爹爹，我觉得领悟天地法则太难了，我现在还毫无思绪。你涉世不深，自然难以领悟。我已经跟你娘商量过，让你以后除了闭关修炼，
都不要待在空间里，慢慢来领悟空间法则。小柔儿也不要。小柔儿，你不要什么呀？不要在空间里面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小柔儿要和哥哥在一起呀。妹妹真贴心。小柔儿真乖。她呀，是在空间里玩厌了，看外面新鲜才想出来的。你们爷俩就拼命的夸吧。好吧，娘亲太聪明了。不过小柔儿是真的也想陪哥哥的。那你用完你爹爹没有啊？用完了。娘亲待会儿再把爹爹借给小柔儿好吗？那就要看你的表现好不好了。表现好，娘亲抱抱小柔儿。你自己走一会儿，不需要爹爹抱，也不需要哥哥抱，不然中午你就吃不下东西了。你看看你圆滚滚的小肚子，像不像小胖鱼的肚子啊？皇叔，龙姨都跟我交代了，你是打算让龙姨和龙儿都跟着我吗？那你身边呢？不留人吗？我会待在妖界一段时间，他们两个是灵修，在我身边不方便，他们在你身边，我才最放心。不要拒绝，双儿，你知道我最关心的是你的安危。你去见千星仙帝，有把握不受伤吗？你真是什么都瞒不住双儿你。你假扮的是七妖弟子，你既然要在妖界待一段时间，那你肯定会被千星仙帝召见。我又不是傻子，怎么会连这都想不到？我有把握的，你还不相信你的夫君吗？我不会让自己受伤，我会来看你和孩子。我听说七妖弟子已经有未婚妻了，你可好了，现在多了一个貌美如花的未婚妻了。要说貌美如花，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有我龙墨深的妻子更貌美。其他的女人在我眼里都一样，都是2只眼睛，1只鼻子，1个嘴巴。如果某个女人有4只眼睛，说不定我才会多看她一眼。要是千星仙帝让七妖弟子和他侄女成亲怎么办？双儿，你在想什么？想你怀里搂着别的女人。我的怀抱永远只为你和孩子敞开，你别胡思乱想。我在假扮七妖弟子的期间，也绝对不会与任何女人有半点接触。我保证除了你，任何女人我都不会多看一眼。那如果千星仙帝让七妖弟子和他侄女成亲呢？我会有办法不让这种事情发生的。你要相信你男人的能力。走，双儿，我们回房去，为夫跟你细细说。白日宣淫啊你！为夫可没说要做什么呀，双儿，你自己想多了吧？是为夫想了，双儿，我们去行周公之礼。不行周公之礼也行啊，我们去敦伦敦伦。敦伦你个大头，还不是一个意思。双儿不想敦伦啊，那我们共赴云雨也行。哎，妹妹，你快看，这些睡莲都活过来了。啊，好漂漂！我们的女儿应该是拥有万物回春的神通。万物回春的神通？女儿也太厉害了吧！一出生就带有神通，儿子也有神通，皇叔也有神通。皇叔，你快把手放下，被孩子看到就不好了。有什么不好的？让孩子看看他们的爹是怎么疼爱娘亲的，怎么不好了？爹爹，娘亲，你们来了。爹爹，娘亲，看，花花漂亮。这些睡莲很奇怪，突然就活过来，还开花了。你爹爹说这是你妹妹的神通，刚才你妹妹是不是碰这些睡莲了？神通？妹妹竟然有神通？刚才妹妹摔了一跤，手上蹭了一点泥，所以在水池里洗了一下手。是不是因为妹妹碰了这里的水，所以这些睡莲都活过来了？娘亲也不确定呢。让小柔儿再试一次，就知道了。好呀，好呀。柔儿，你再去洗个手吧。哼。小柔儿，你想这些花儿重新开放吗？想，它们好可怜，爹爹坏。你对着他们，想着他们能够活过来，他们就会重新开花了。
真的吗？嘿，嘿擦，嘿擦，嘿擦。活过来了，妹妹好厉害啊！耶！小柔儿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对，小柔儿厉害。但是小柔儿要记住爹爹的话，你的这个能力不能让其他人看到你用，除了我，除了你的娘亲和哥哥面前，任何人面前都不能使用。你能答应爹爹吗？不能让别人知道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的爹爹、娘亲和哥哥是这个世上唯独不会伤害你的人，可是别人就不一定了。也因为小柔儿是这个能力太厉害了，让别人知道了，也许会有坏人将你抓走，让你永远的离开爹娘和哥哥。你想要离开我们吗？不要离开爹爹，不要离开娘亲，也不要离开哥哥。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小柔儿不会让别人看到花花活过来。乖，小柔儿真聪明，爹爹以你为傲。爹爹娘亲，你们放心，我会看着妹妹，不会让她暴露自己的能力。不过娘亲相信小柔儿一定能做到她答应她爹爹的话。我能做到的。龙姨跟我说过，当初小柔儿出生的时候，整个圣都的曼珠沙华都盛开了。其实还不止曼珠沙华，圣都方圆千里，无数枯死的草木回春，这属于小柔儿出生的天地异象。这代表咱们的小柔儿是携大气运而生的。那我呢，娘亲？我出生的时候有没有天地异象？有啊。哦耶！那天啊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娘亲，你出生那天吸引了万兽来朝拜，我见阵仗太大，给你赶走了。啊！娘亲把我的大气运赶走了。气运赶不走，但你不能将自己的机遇依靠在气运之上。有些人，比如冥王，他并非出生伴有气运之人，但他一路披荆斩棘，后天得到了滔天的气运。而有很多人，即使出生气运强大，不努力，气运就会越来越少，最后变成普通人。我明白了，爹爹，你放心，这些话我会牢记在心里的。我最敬佩的人就是冥王，娘亲曾经跟我说过冥王的事迹，他强大无比，精彩绝艳，是天地间最伟大的盖世强者。西西，小柔儿，爹娘带你们出去玩。真的吗？玩。